男人本是蒙古特战队的王牌狙击手，在奉命抓捕亡命徒的时候，遭遇歹徒的拼死反抗而意外坠机，再次醒过来就穿越到了1958年的东北，身份也从特种兵变成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山民。原主的父亲好吃懒做，家里所有的家务都要母亲做，还包括爷爷和奶奶的家务。母亲的双手冻得全是口子，每次看到都是血淋淋的。但就这样，父亲还是因为母亲为奶奶做饭晚了，就抄起凳子把母亲打得头破血流。因为这件事，原主跟家里闹掰了，他要分家，要带着母亲和妹妹生活。真冷啊！得快点了，不然猎物打不到，就都得饿死了。哥，你怎么出来了？娘呢？她让你出来的。哥，给你吃。庞北愣住了，他看看包裹，然后庞倩把包裹塞到了庞北的怀里。这是大舅送来的，娘不舍得吃，我想到哥早上出来没吃饭，就送过来给哥吃。先留着吧，等哥抓到兔子，咱们炖肉汤，到时候再一起吃。真的？太好了，能吃肉肉了。我还没尝过肉肉是啥味儿呢。庞北一手领着妹妹，顶着凛冽的北风，沿着山坡小心翼翼地寻找目标。走了一段路之后，庞北突然驻足，目光紧紧锁定了一棵大树的底部。他蹲下身，发现了几粒冻得硬邦邦的小颗粒，那是新鲜的兔子粪便。哥，你看啥呢？那不就是兔子粑粑吗？这可是我们的线索，说明这附近有兔子出没，我们就在这里抓兔子。哦，抓兔有肉肉吃。庞北在兔子经常出没的路径上设下套子，随后兄妹二人各自找了一个隐蔽的位置，静静地等待猎物的到来。大概能等了1个小时的样子，庞北的视野里突然多了一个小黑点。哥，是兔子来了吗？别出声。兔子虽然看着畜生无害，但实际上这家伙狡猾很，四周的动静稍有不对，它们就会立即躲起来。哇，兔子！庞倩小小的身体在雪地里连滚带爬的跟在庞北的身后，要是没有他们，估计他都想把兔子生吃了。娘，你看看，哥抓了兔子回来，晚上能吃肉肉了。你没事吧？我不让你们去，你偏要去。刚刚你大舅偷摸的送2斤棒子面给咱，你们去山里多危险，知道吗？娘，把兔子炖了吧，吃饱了之后，我再弄几个套子，看他能不能多抓点兔子，至少咱们不至于饿死，而且还能保证过得比以前好，不是吗？至少咱有肉吃啊。好，饿了的话，娘给你炖兔子。娘，把兔子俩大腿卸下来，一块烤着吃。行，那娘给你做。小倩，听到没？晚上有肉吃了。能吃肉肉了，吃肉肉了。娘，我明天打算再弄俩套子，在雪地里蹲兔子太危险。小北，你听娘的话，别再去了。娘明天下山看看能不能在公社找个活干，哪怕是给他们洗衣服也行。你答应娘，别再去山里面了。娘，我不去深山，我就是在周边套个野兔子。而且我也长大了，明年就成年了，我不找点营生，将来咋成家啊？你不要儿媳妇了。你小子毛都没长齐就惦记媳妇了。你先去找你大舅和姥爷学本事，但你要答应我，没学好之前不许进深山，听到没有？知道了，每天我都回来的，不进山。吕秀兰刚准备要干活，结果庞北突然伸出手。娘，把那东西给我吧，我用得上。啥玩意？你带了一包耗子药吧？吕秀兰忍不住笑了，她起身拿出纸包，然后递给庞北。给你拿走了，以后没盐吃，你别叫唤。庞北一怔，他打开纸包，接着看到纸包里面白花花的东西，他尝了一下，接着瞪大眼睛，脸上也带着一丝不好意思。盐啊！娘只是不愿意让你姥爷为难，就咱们家的条件，也不是活不了。娘傻啊，带着你们俩寻死。没多久，兔子就炖好了，母亲给庞北和庞倩都盛了满满一碗肉汤，但自己的碗里却清汤寡水的。庞北二话不说，把碗里的肉夹给母亲一些，又匀了一些给庞倩。娘不用，你要上山打猎，不多吃可不行。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娘，你就吃吧，家里的活都是你做，小倩还小，需要长身体，你们都得吃肉才行啊。吕秀兰愣了下，小儿子虽然孝顺，但也从来没有这样过，换做往日早就埋头吃，不管其他人了，但这次庞北却能把肉分给自己和妹妹。孩子长大了，吃吧，你哥给你，你就吃好了。好吃，真好吃，娘，肉肉真好吃。哎呦，日子过得不错呀，烤肉。谁让你动了？已经分家了，这是我们家的，跟你无关。你敢打我？我就打你，怎么了？你来做什么？我不记得我有请你来。小北，你别冲动，我和小倩的兔子腿让给他就是了。这话我不愿意说第二遍，再敢动小倩和娘的东西，我就剁了你的手指头。你不信可以试试。庞东看着庞倩吃肉，馋得直流口水。这可是肉啊，平日里面糊和菜都未必能吃得饱。有事吗？
没事就请回吧。我来是给你们一个台阶下，爹不生气了，你们还不回去？家里的活留给谁干呢？我娘没那个心情，也不是别人的老妈子。国家解放多久了，还搞这一套？家里有活就自己做，又不是没长手。你们不跟我回去，你们身上都没有棉衣，就算是在山上能吃肉又咋样？天越来越冷，早晚会冻死。这用不着你担心，有我在，我娘和小倩都不会有事。如果没有什么事情，你就回去吧，趁着现在天还不晚。要是再晚点，冻死的可能就不是我们，而是你。好好好，我看你们等天冷了怎么办？到时候别哭着求我们。说完，庞东就摔门而去。吕秀兰刚想起身，就被庞北叫住了。娘，他都20岁了，还需要你担心吗？而且这么久了，他叫过你一声娘吗？管他做什么，喂不熟的白眼狼就不要管。特种兵穿越1958年，身份变成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山民，为了能够填饱肚子，只好来到队长家里借猎枪。谁呀？队长是我，庞北，吕秀兰的儿子。秀兰的儿子。你们是想要分口粮吧？不是我不想帮你，现在公社里也没粮食了。队长，我不是来要粮食的，我就想跟你借枪，我打算在山里打猎。什么？打猎？你还要借枪？你别东西打不到，再弄伤了自己，而且子弹也不多了。队长，我打着了猎物，拿肉跟您换还不行吗？你还是别想了，咱们公社的猎枪就这么一把，给了你，要是野猪或者是野狼进村，我们咋办？而且子弹不多了，你要是浪费了子弹，我们可没钱买去。您就给我几发子弹，我主要是想要打点东西，解决一下御寒的问题。我们在山上，我可以先下套子抓猎物，用不上枪。就你还会下套子？队长，我今天就抓了一只大兔子，刚吃完肉。你小子真的会打猎？会，我一进山就觉得自己是打猎的材料，而且我娘经常跟我念叨小时候帮老爷打猎的事情。我按照娘说的细节，这在山上还真的管用。你小子会用枪吗？会，小时候在我们公社摸过，当时没少学打猎的事情，而且我也放过枪，打过野鸡。吕海想了想，接着一咬牙，转身进了屋。没一会儿，他就拿出了一把枪。上膛，然后退弹。我看看。庞北点点头，接着把子弹上膛，接着又退弹出来。看到庞北如此熟练，吕海将5发子弹交给了庞北。我只能给你5发子弹，多了我也没有。你要是能打东西回来，给我儿媳妇留着下奶的话，我就同意你可以做守山人。那这枪可以给我了吗？这不是我的枪，这是公家的。你要当守山人，我可以帮你去申请一下，但能不能给就要看上面了。得到队长的承诺，庞北心里非常高兴。第二天一早，庞北就带着妈妈和妹妹一起下山了。庞北一路行走，一路观察，走了1个多小时。吕秀兰感觉自己的腿都冻僵了，但连狍子的影子都没看到。小北，这里可能是没有狍子了，估计都让人抓没了。山下这么穷，狍子可是稀罕物。娘，这片林子里一定有狍子，我看到许多动物啃食树皮的痕迹，咱们再找找，我估计能找到。往这边走吧，这边是往河边的路，那边的林子就没有这么密了，因为公社总在那边伐树。庞北点点头，按照母亲说的方向，他们又走了大概40多分钟。就在吕秀兰又要打退堂鼓的时候，庞北突然开口：“妈，先别说话。”吕秀兰一怔，接着庞北指了指河边的林地里，还真的有几个身影，是狍子。小北，你会用枪吗？妈，你和妹妹看着，先别动。庞北小心翼翼地向河边靠近，身为狙击手的他，对自己的枪法还是很自信的。随着靠近之后，庞北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一头最大的狍子。随着一声枪响，受惊的狍子四处逃窜，这枪打空了，这破枪弹道有问题。遇到枪校准的问题，庞北没有慌，而是第一时间跑过去，因为他知道这狍子傻，跑了之后过一会儿还会回来看一下。小北，你没事吧？没事，妈，你和小倩躲好了，别管我。那些跑掉的狍子发现没有人追他们，也许是好奇心，也许就是傻，他们没一会儿就又跑回来了。庞北就在地上装死，狍子走过来闻了闻，还用鼻子拱了一下他，想看看这是个啥玩意，咋还这么想呢？哈喽，我的老 baby。娘，快来，发财了！4只狍子。就在庞北手舞足蹈的时候，也不知道那只最小的幼年狍子怎么想的，他竟然又回来了。越小的狍子，好奇心就越重，他单纯就是想看看这雪地里张牙舞爪的玩意是个啥。靠，瞧不起我？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真好。打死你，吃肉肉！吕秀兰与庞北一同拖着丰收的战果回家。一回到小木屋，母子3人便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在处理肉的过程中，庞北精心挑选了大约40-50斤的上好肉质，然后就带着猎枪来到了队长吕海的家。吕队长，我来还枪了，还带了些肉来。肉？我的天啊，你打了这么多猎物，你就不怕被人发现给你扣个大帽子？其实也不算多，就3只。
我打猎的时候很小心，周围没人发现的。太好了，太好了，这下我孙子不怕饿着了。老婆子，快把肉拿进去，给儿媳妇炖汤，好让她下奶。5发子弹都用完了，队长，这枪用起来有点飘啊。你个小子还挑剔上了，这把猎枪是你姥爷用的，他自己调的，适合打猎用。要知道，咱们村就靠这些猎枪来抵挡野兽呢。你到底打了多少猎物？3只，给你们一半，我自己留一半。庞北不可能全部都说出来，因为这样很可能会惹来不必要的麻烦。你小子真不错，这样以后山上的小屋就归你们了。山上的猎物随便你打，那里没人管，就算有人举报也没事。但村里的口粮不能分给你，因为我们也确实不多了。说完，吕海转身回屋，拿来了他年轻时用过的一把没有弓弦的弓片，交给了庞北。这是我爹留下来的，你应该能用上。非常感谢您，队长。庞北接过东西，感激地向吕海道别。看着庞北瘦小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吕海忍不住叹了口气。这么好的孩子，怎么就被赶出来了呢？真是眼下。庞北带着满满的收获回到家，兴奋地将队长同意他成为守山人的消息告诉了母亲。娘，有了这个，再加上我之前做的兔子套，我打猎的效率会更高。而且队长还给了我这些武器，等我把弓弦修好，打些小动物就不成问题了。来，让娘帮你修弓弦，你去休息吧。第二天清晨，庞北就带着弓箭向山上进发，去布置他的陷阱。与此同时，母亲吕秀兰则带着几块新鲜的狍子肉去拜访大舅吕青松。起初看到肉的大舅并不想接受，但吕秀兰坚持推给他，并告诉了他庞北已成为守山人的好消息。真的吗？小北已经能打猎了？对，他现在可会打猎了。吕青松兴奋之余，转身进屋拿出了自己小时候的红缨枪枪头赠予吕秀兰，另外还给了一块底石和一大把没组装好的弓箭，箭足都是新的，是哥哥打猎时候留下来的。吕秀兰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道谢。这有什么好谢的？我这个当哥的都没保护好你。话说你就真的在山上，总这样也不是回事儿。咱爹是早晚都会知道的。哥知道你担心咱爹的身体，但也不至于就这么躲山上啊。能瞒一天是一天吧。爹这辈子为了咱们几个苦了一辈子，娘这体格也不好，眼窝子还浅。要是知道我的事情，还不得把眼睛哭坏了。特种兵穿越1958年，身份变成了连饭都吃不上的山民。当庞北回到家时，就看到母亲为他准备的新装备，他的心中顿时充满了喜悦和感激。小北啊，不是娘唠叨，死在山上的猎人太多了。村里的老人都说，这山里面住着山神，一旦要是触怒了他，就回不来了。娘，你放心，我跟你保证，我只会在附近打猎，绝不冒险进入深山。行吧，你去捡点柴回来，熏皮子用了不少，晚上都没有柴起火了。好。小千，在家好好陪着娘，哥出去弄点柴。我知道了，哥。交代好庞倩之后，庞北提着新做的短矛走出家门去捡柴火。然而，当庞北埋头捡柴时，突然发现地上多了一些脚印。庞北疑惑地跟随着脚印走去，沿途还能看到些许血迹。庞北想起队长也说过，这些日子有狼进村，看着脚下凌乱的脚印，这绝不是一两只狼那么简单，而是狼群。庞北连忙背上柴，掉头就往家跑。庞北回家的时候，跑得满头大汗，刚放下柴火，就看见一人迎面走来。哎呀，这不是我们家的小长工吗？怎么不回家去帮忙呢？还跟大哥动手，你可真有出息！果然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你娘是个老妈子，你也就只能做个苦力了。你说话怎么就这么酸呢？是不是家里的酸面汤都灌到你脑子里去了？你说话就透着一股酸味，真是让人恶心。你别不知好歹，爹这次已经原谅你们了。回家去干活吧，在哪儿干不是干？你难道真的想在山上冻死吗？看看你穿的这身破烂，你要是愿意捡柴，回家去捡啊，爷爷奶奶的柴都不够烧了。你有事说事，没事就滚一边去，别耽误我干活。只要你回家干活，我就大发善心，这大衣可以借你穿2天。你穿着这大衣跟个叫花子似的，我才不稀罕呢。你就是嫉妒我有军大衣穿，你没有。就在这时候，母亲吕秀兰拿着一件袍子皮大衣走到了庞北的身边。小北，快把这衣服穿上。庞北穿上皮大衣后，感到身上暖融融的。然而，这一切却引起了庞南的嫉妒。我的呢？为什么只给他做，不给我做？这是我儿子，你要是喜欢这样的衣服，就找你家的大人给你做去。来我家闹什么？看着庞北身上崭新的大衣，方才还得意满满的庞南，心情一下子跌入了谷底。他的眼中迅速泛起了泪光，带着哭腔：你们欺负人，我要回去告诉爹。你去告诉啊！而且我还要警告你，别总是来我们公社找麻烦。我现在是青龙沟公社的守山人，如果你们一直来打扰，我就找我们队长来收拾你们。庞南被庞北的话吓到了。那个年代的公社间常有冲突，而且公社成员都非常团结护短。吕海作为大队长，是个出了名的护短人物，在山里面有着山大王般的威望。你们给我等着，我这就去告诉爹。庞南哭着跑开了。
吕秀兰看着他的背影，并没有任何心疼。第二天一大早，庞北立刻前往自己布置套子的地方。当他检查套子时，发现地上有许多狼的脚印。这时，不远处山脊上有一群狼正在驱赶野山羊，羊群在狼的逼迫下纷纷摔下山崖。庞北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这群摔下山崖的山羊，不就是他请工人建房子所需的饭票吗？小羊们，灰太狼大王来了！庞北正准备回去，突然发现一只走丢了的野山羊，它正咩咩的叫唤，好似在找同伴来。庞北弯弓搭箭，接着就见到箭簇沿着曲线命中山羊，山羊一声惨叫，庞北手中的短矛嗖的一下飞出去，刺向山羊。没猎枪是真的费劲啊！庞北拖着山羊一路头也不回的往家里跑。当他回到家时，母亲就站在门前等庞北。娘，你看这是啥？你这是从哪儿打来的？嘿嘿，运气好，找到了这个。而且我发现野狼群存的冻货有不少山羊类，不过要等着野狼群走了再说，现在不敢靠近。吕秀兰一听立即炸了毛。什么？野狼群？你进山里面了？我哪敢进啊？就是站在山头上看到的，那地方得找人陪着我一起弄回来。我想过了，咱们用那些山羊肉请村里大家伙吃饭，让他们帮咱把外面的栅栏修好，再给咱们修个房子，挖的菜窖。不行，太危险了，要不你别进山了，狼群可不是闹着玩的。娘，你这是什么话？我现在是守山人，大家伙还指望着我给他们赶走野狼呢。你放心吧，我很小心的。这次请大家伙过来，我也是想着弄点大型陷阱，驱赶野狼群，不然狼群进村，就队长那杆老猎枪，那管单用。你个小崽子，是不是娘的话你一点都听不进去？别救，我错了娘，我不敢了。你才多大，还想去打狼？你不要命了？你不娶媳妇了？娘，狼群为啥进村子？他们是食物不足啊。按理说这里猎物如此稀少，为啥狼群还要过来？这说明他们被什么东西赶过来了。赶走他们的应该是另外一群狼，一群更大规模的狼群，所以咱们得赶走这些狼。等他们走是不可能的，只能逼他们换地方。这些你都是哪儿听来的？谁教你的？庞北一怔，他倒是忘了这些野外生存经验，那都是自己摸索，还有当时的教官亲自传授的。我就是这么想，这么推测的。吃过晚饭，庞北就去找队长。队长听庞北说狼群的事情，听得他一身冷汗。你这小犊子，胆子咋这么大？你知道有狼你还去？你是不是虎？我也是远远的观察，没敢靠近。您放心吧，队长，我会小心的。那你找我是想让我帮你做点啥？我想借点人手，您放心，不让人白出去。我管饭有肉，我打算给狼群来一个坚壁清野。天冷了，他们没了吃的就得离开。吕海的脸上写满了沉思，他沉默片刻后，接着看向庞北。可以，明天一早我就让人去找你。约好了队长，庞北的心里终于有了底。这样的话，明天就直接进山就好。小北，人我给你叫来了，你打算怎么安排？队长，让几个人跟我进山去把山羊弄回来，其余人把我家的院子修复一下。另外我还需要一个地窖，再就是制作一些机关，安装在村子外边抵抗狼群。行，那这些人还是不够的。你中午准备的食物够吗？放心吧，肉肯定是够的，就是面食，我家没有。只要有肉就行。既然是要给公社建立外围防御，那中午的面食咱们大队可以管。能管中午饭还有肉吃，这货真不错。吕海点了10几个人的名字，让他们跟着庞北走，余下的几个是会伐木的，接着就是回去再找人。庞北带着这一小队人来到山崖下面，用了足足1个小时，庞北他们才将山羊都收好，开始往外运。到家的时候都已经快中午了。看到这么多山羊，吕海吃惊地看着庞北：“你从哪儿弄来这么多山羊？”哈哈哈，队长，这次你选的小北是真的厉害，知道把头羊赶下山，让山羊跳山。你小子还真的是你老爷的外孙，这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啊！队长，我请大家吃羊肉，让你们帮我盖房子，不过分吧？不过分，当然不过分了。这么多山羊，小北，你从哪儿弄来的？秀兰妹子，你可是生了个好儿子，给咱们这儿生了个优秀的守山人。这小北打猎的本事，将来肯定能超过师傅他老人家。吕秀兰听到吕海夸儿子，自然也是乐了起来。累了吧？先歇息一会儿，我叫人跟我一起收拾一下山羊。娘，羊皮收起来，留着做被褥，中午弄点羊杂汤，晚上吃羊肉。来几个人，中午吃羊杂汤了，晚上庞北请咱吃羊肉。再去几个人，回大队上拿点调料过来，叫几个做饭好吃的婆娘来，别用人家孤儿寡母的，人家还得过冬呢。好。吕海叫来的人多，所以工作的速度非常快，估计下午就能修复完。几个会做饭的女人也来了，她们跟着吕秀兰一起处理山羊。大家都歇歇，一会儿开饭了。小子，好好干，将来我给你安排一个巡山队长当。海叔，要是我当巡山队长，我娘能不能在村子里干点活？赚不赚钱是次要的，我娘总在山上，人会疯的。你小子怪孝顺的，这个当然可以。当来年咱们收成好了，
我就让你娘上工，能赚工分，到时候你妹子也能上个学啥的。那谢谢海叔。谢啥玩意？去跟你大舅说话，不然你大舅还以为你记恨他呢。庞北微微一怔，他倒是没想到这一块。主要庞北刚刚苏醒过来，他对亲戚这块并不熟悉，说白了还真的不算亲。就在吕青松认真检查栅栏的时候，庞北走到近前帮忙，让他不由得一愣。你快点休息去，都忙活一上午了。大舅，我舅妈呢？怎么没过来吃饭啊？今天吃肉。你舅妈在家看孩子呢。这话说的，孩子一起来啊，这有啥的？另外一会儿让我妈给姥爷和姥姥装点肉回去吃。这么多人呢，带着家里人过来不好吧？再说这是算公分的。大舅，你想啥呢？肉是我提供的，我自己家亲戚，别人还能说啥？你快点把舅妈他们叫来，一会儿开饭了。吕青松也心动了，毕竟老婆孩子能吃肉，这当然是好事。他立即跑回家叫老婆孩子去，而母亲吕秀兰也听到了舅甥二人的谈话，母亲心中一暖。先休息一下，一会儿就要吃饭了。娘，肉够吃不？够吃，还有的剩，而且这么多的羊皮，你打算做点啥？咱仨都做了大衣，再加上被子、褥子，还有的剩。娘，咱们这附近有没有黑市？吕秀兰一愣，而这个时候吕海正好路过，他听到后笑了。有，想要买粮食是吧？山下有，但你得傍晚的时候找，他们就那个时候出来。你娘知道的地方。队长，枪和子弹能搞来吗？当然能，不过你这几张羊皮可是不够，枪也要点钱的，便宜的也要200-300才能搞得到。这么贵？这玩意不贵能叫枪吗？我可告诉你啊，你别让人抓到，这要是抓到了可就麻烦了。你给我小心点，别给我添乱。哎，我知道了。不一会儿，舅妈一家人都来了，这时候也正好开饭。忙活了一天，庞北一阵困意袭来。就在庞北刚要睡下，还没睡时的时候，突然一阵窸窣的怪动静，让庞北引起了警觉。娘，别干了，快把小倩叫醒，钻地窖。你是不是睡毛愣了？咋了？狼来了。怎么可能？白天这边才修的栅栏，晚上就来了。今天白天宰了那么多的羊，还炖了不少肉，这肉味和血腥味把狼给招来了。吕秀兰吓得立即起来，把熟睡的庞倩抱起来就往地窖里面跑。你干嘛？快下来啊！快点！我要是进去了，咱就把命交给老天了。娘，你好好带着小倩，不用担心我。小北，秀兰，这狼皮是哪儿来的？海哥，昨天晚上狼窜进来了，小北为了保护我们俩，把狼杀了。他还睡着，我想让他多睡一会儿。什么？庞北杀了2条狼？来了3条，小北杀了2条，跑了1条。小北一个人杀2条狼？好，太好了，庞北真有本事，以后大家就能睡个安稳觉了。大家伙，看看人家孩子都能给咱们打狼，咱们还有啥好说的？都赶紧干活，争取快点把栅栏建好，听到没有？众人高呼一声，接着大家伙都干劲十足的开始干活。等庞北睡醒的时候，栅栏已经修完了，吕队长他们也走了。队长临走的时候让我告诉你，好好干，这是大队的任命书。吕秀兰小心翼翼地将任命书交给庞北，虽然只是一张纸，但这张纸就决定了庞北今后在山里的一切行动都变得合法了。娘，咱今后就能合理合法的在山里打猎了。还是我儿子厉害，你可是咱们大队年纪最小的守山人，你要好好干，但也要注意安全。行，娘你放心好了，我没事的。家里肉不多了吧？咱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把多出来的皮子换点粮食？要不然大雪封山，咱食物来源明显减少，可不行啊。但这个要去黑市，被抓可不得了。没事儿的娘，这黑市也看你弄的是什么东西。咱们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人管的，谁乐意管咱们啊？毕竟咱狩猎都没有人管。也是，那就按照你说的，咱们下山去弄点粮食。娘知道哪有黑市。庞北吃过饭之后，就直接背着弓箭和短矛就上山了。结果走了一圈，一个动物都没有。就在庞北准备回家时，突然远处出现一头正在觅食的野猪。以庞北现在的装备，他根本就无法对野猪造成伤害。庞北小心翼翼往后撤，结果庞北发现身后也有动静。卧槽！庞北心里咯噔一下，一旦要是被2头野猪追，自己不死都不可能。结果就在这个时候，好死不死的出现了一只狐狸。庞北没敢动，但野猪却发现了他。庞北下意识的抽出短矛顶在树干上，野猪冲过来，一头顶了上去。而这个时候，另外一头野猪也叫唤着冲了过来。庞北几个箭步冲向狐狸的方向，狐狸没想到，他虽然不是人，但庞北是真的狗。野猪下山冲锋，速度很快，庞北突然一跃，躲进草丛里。接着野猪就直接冲着狐狸冲过去，狐狸嗖嗖的跑，然后还是被野猪给顶飞。野猪这时候才发现追错了，而就在这个时候，嗖嗖，2支箭速射来，直接命中了他的大屁股。庞北这个时候站在石崖上面，就在野猪冲到近前的时候，庞北一跃而起，野猪刹不住车，直接冲了过去。
两头野猪都死了。庞北松了口气。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那只狐狸一瘸一拐地走过来。狐狸对庞北好像也没有恶意，他只是坐下看着庞北，好像是一头温顺的狗一样。行了，你牛逼，你无敌行了吧？狐狸突然叫起来，这声音就好像是笑一样。庞北无奈地叹了口气，这是让狐狸嘲笑了。庞北无奈，然后拖着野猪往山下走，而狐狸就在后面跟着他。你是要跟着我回家啊？狐狸想了想，接着就走了过来。庞北这个时候才注意到这狐狸腿有伤，庞北想了一下，也没赶他走，而是让他跟着。打开门进院子，狐狸竟然就这么跟进来了。娘，我回来了。我的天哪，小北，你怎么带着胡三太奶来了？胡三太奶？这不就是吗？你怎么把他老人家请家里来了？这是胡三太奶，这就是个狐狸啊！你别瞎说，我小时候就见过他，那时候他确实不算大，没有现在的个头。您小时候就看到过？这狐狸都是老狐狸了。你少在这里胡说八道的，什么老狐狸？我警告你啊，咱们这儿可没有人敢对胡三太奶不敬的。难怪这家伙这么聪明，原来是这样啊！你打野猪去了？你怎么胆这么大啊？枪都打不死野猪啊！这不是因为胡三太奶的原因吗？他弄的，给我了，然后就跟我回来了。啥？胡三太奶给你的？这我用撒谎吗？您看我手里的东西，那是能抓到野猪的吗？要不是他帮忙，我肯定不行啊。吕秀兰看看野猪，又看看狐狸，这眼前的事情还真的不好解释，这也是最容易解释的方法了。娘，咱们把野猪收拾了，拿去卖掉一头好了，换点粮食，这样咱们心里也有点谱啊。行，那咱们赶紧弄，下午就下山。高大爷，是我，秀兰。原来是兰丫头啊，你爹呢？好久没见过了。我爹上岁数了，下不了山了。这是你儿子？我们来想要卖点野货。这冰天雪地的，山上还能捡到野山货？是野味。庞北笑着将口袋打开，袋子口露出半个猪头。老人眼睛突然瞪大，他仔细地看了一眼。老吕头不是不能下山了吗？这是谁打的？我弄来的，我继承我姥爷的工作了。后生有点意思啊。高大爷接过庞北手里的口袋，仔细地看了一会。这个5毛钱一斤。5毛钱？怎么，觉得我给的多？你姥爷是我的老客户了，以后你恐怕也要多来，就按照你姥爷的价格。庞北咽了下口水，他是觉得少了，这换做自己的认知，猪肉就便宜也得10块钱一斤吧。不过想想，这是60年代，5毛钱一斤，那可真的相当贵了。那多谢您了。跟我进屋来吧，我给你们算算多少钱。一共是56块5毛钱。就在高大爷给母亲钱的时候，庞北发现了老人身后的一把驳壳枪，这玩意自己小时候就是在电影里面见过，他摸过枪，但这老古董可是真的没用过。看到庞北盯着枪看，老人笑了。小子，你相中这把快慢机了？这个你也卖？是啊，这玩意打鬼子还行，打野味不太行。你又没当过兵，这玩意可不太适合你。我就是猎枪用不惯，枪还是用制式的好。你也看到我了，我还小，扛着长枪上山确实不太方便，反倒是这枪我负重小，加上这枪是快慢机，能单能连，遇到麻烦自保的手段多。哈哈，可这玩意不便宜啊，至少要这个数。你买这玩意干啥？再不小心打着自己。娘，我上山的话，这玩意是能保命的，谁也说不准我能遇到啥。这话孩子说的没错，确实如此。这是我的老伙计了，当年鬼子来了，这把枪老子带着10几个柳子，就靠这把枪杀出重围，老子枪毙了10几个鬼子翻译官，还弄整死了6个鬼子呢。真的？那您是老英雄啊。谈不上，咱就是见不惯那些鬼子。不过你小子想要的话也不是不行，这样你给我弄100条大鱼，这把枪送你了，包括这枪套，还有那1盒子的子弹。鱼？您要100条鱼做啥？我孙子要结婚，办宴席不知道弄点啥，现在有野猪了，也得弄点鱼，让大家伙吃到饱。怎样，你搞得来吗？行，搞得来。庞北跟着母亲兑换了钱，又买了一些粮食，就回家了。回家之后，庞北本来还担心庞倩一个人在家会害怕，结果一推门进屋，就看到了那狐狸正在逗庞倩笑。哥，娘，你们回来了。干啥呢？这么开心？我在跟他玩呢。庞北看看狐狸，那狐狸慵懒地晃悠了一下，然后就趴在炉火旁边取暖睡觉。庞北叹了口气，算了，看在这家伙还能哄孩子的份上，庞北就不打算赶他走了。胡三太奶这是显灵了啊。应该是吧，他确实怪聪明的。咱们这就算是有粮食了，冬天呢，咱们就算是不出去也没事了。这个冬天咱是能过了。娘，明天我就不上山了，我打算去东调。你还真的要去弄啊？弄枪干啥啊？娘，咱们在深山老林里，这不只是有野兽，万一有坏人呢？你想想。吕秀兰一想是这么回事，要不明天我跟你一起去，就让小倩跟胡三太奶在家等着，我把他们的饭都做好就行了。
庞北看了一眼狐狸，而他好像是点了一下头，然后就慵懒的蜷缩一团开始睡觉。也好，小千，明儿你别出门，把门插好，谁叫门都不许开，听到没？到时候哥直接翻墙进来。我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庞北就去找吕海借冰锥，因为庞北已经是守山人，所以他都没问，直接把冰锥拿出来交给庞北。记得还回来哈，这都是公家的东西，用可以，别不还。知道了，队长，那我先走了。庞北笑着提着冰锥出来，他刚走没多远，正好跟吕青松撞了个正面。小北，大舅，你拿冰锥捕鱼去啊？我跟我娘去换东西了，那边高老爷子说要是弄100条大鱼，就同意把他那把快慢机给我。老高头真这么说的？那可是老高头的心肝肉，他竟然愿意跟你交换。你等一下，我跟你一起去，这捕鱼人多点好。大舅，你怎么不拦着我呢？你们娘俩在山上，有狼不说，这时不时的还有可能遇到坏人，山里经常会出现逃犯，那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你小子也会用枪，打得还准，快慢机适合你，扛着长枪上山里面，你体格子还太单薄，不舒服。你等我一下，我回去拿个冰镐，咱们一起去。好嘞，正好晚上回来给舅妈和我那些表弟表妹弄鱼汤喝，到时候你再给我姥爷和姥姥送去2条，就说你自己弄的。你小子行，知道孝顺人，等我哈。哎呦我的妈，这胡三太奶咋还来了呢？不怕不怕，那是我大舅，不是坏人。大哥来了。兰子，你咋还把胡三太奶请家里来了？你这是要干啥？难道你要出马看香？哈哈哈，哥你说啥呢？他是自己跟着小北回来的，还救过小北的，可能是冬天太冷没地方去，就跟着来我们家避一避，让他养一养也好。附近最近有狼，别伤着他。这么说，小北就是该做这个守山人啊？这胡三太奶都同意啊？很快，2个大人陪着庞北一起前往山林子旁的湖泊，在开凿了4个冰洞之后，4个渔网都下到冰洞里面去了。接着就是下好饵料打窝，然后就安静的等。小北，你这都跟谁学的啊？咋啥都会？平日里就经常出去野，啥都学。他在家的时候天天在外面野，而且要经常去捡柴火，所以他确实几乎就是长在山上的。只不过没想到他学了这么多。哈哈哈。这说明小北这骨子里面就流着咱们家的血，生下来就会打猎，天生是这块料。大哥，你饿不饿？吃点东西不？不用，差不多能起第1网看看了，今天就下3网好了。收网说的容易，但实际上这玩意非常费力气。庞北把好鱼放在看着破烂的口袋，小鱼放在那些好口袋里。吕秀兰知道庞北的意思，这要是看到分水一点，从这好口袋里面拿，那大家看到就会觉得这是最好的，但实际上这就是杂鱼。庞北还特地给大舅装一口袋，挑选都是好鱼给大舅，让大舅带回去给家里吃。吕青松开始是不同意，但禁不住吕秀兰和庞北非得给，3个人收拾好东西，一起吃力的拉着冰牌往回走。才走到林地旁，庞北就抬起手示意停下。小北，怎么了？有人过来了。我怎么没听到？吕青松疑惑，而这个时候，庞北立即从冰台上把短矛和弓箭抽出来，他警惕地看向前方，吕青松也跟着拿起柴刀。大概几分钟后，吕青松听到了远处嘈杂的脚步声。坏了，有人遇到袭击了。你怎么知道的？就在这个时候，大量的人从树林里跑出来，吕青松吓得心一下子提了起来。快做好准备，大舅带着我妈藏起来，我来处理。不行，让你个孩子出去，大人藏起来，这成什么事了？我是守山人，听我的。庞北很严肃地对大舅吼了一句，这一下子把吕青松吓到了。他发现庞北身上散发出的不可忤逆的气质，那种感觉非常果断、自信。兰子，咱们躲起来。大哥，真的让小北自己？你要相信你儿子。吕青松拉着吕秀兰离开，庞北拿着弓箭直奔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走了几步，庞北看到一群人狼狈慌张地跑，他们也是太蠢，跑怎么往空旷的地方跑？这不是找死吗？在他们身后，庞北能看到几条狼跑过来，而一名跑慢的人被狼一下子扑倒。救命！庞北迎着这些人走过去，拉满弓，瞄准了一头正要咬人的狼。吕青松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些人，这不是生产队的人吗？你们来山里面干啥？队长不是说不让上山吗？这些人低下头，他们不敢看吕青松的眼睛。吕青松看到大家的表现，立即问道：你们是不是看到我家小北能上山，你们一个个的就觉得自己行了？你们是不是觉得自己比队长和我会打猎？知道为啥我们不敢上山吗？吕青松很生气，这些人看不起自己这个外甥。这次见到了狼，他们这次算是明白了庞北有多强。一群大人被追得慌张逃跑，结果他一个孩子就把狼给解决了。等庞北赶走了狼，其余人才赶过来，七手八脚的把受伤的人给抬起来。大家伙觉得实在是对不起庞北，接着他们就连忙帮庞北拉冰牌。庞北当然没拒绝，结果到了村子的时候，队长也正好带着人准备上山找人。你们干啥去了？后山也敢去？是不是觉得庞北一个孩子能上山，你们就能上了？你们这不是作死吗？
吕海毫不留情地劈头盖脸的一顿骂，庞北也没拦着，希望队长能让他们好好清醒一下，毕竟这次是他们幸运遇到了自己，下次呢？这次怎么样？让一个孩子救了，你们脸上有光了，长脸了。队长，我们知道错了，以后再也不敢了。这山里面让我们进也不敢进了，太危险了。咱们这儿就俩村子，人家山下的幸福大队就知道不进山，看把你们一个个能的！我现在宣布，从今天开始，这片山只有庞北能进，余下的人谁敢上山，就看作是盗窃公共财产。队长，也不能全怪他们，也怨我没把狼打走。我检讨，我保证会尽快想办法把狼赶走。这事儿跟你没关系，这狼群袭扰好多年了，一直都没办法。以后你就在山上看到人，就跟我汇报，看我怎么收拾他。另外，你们要是真的缺东西，可以想办法跟庞北换，用东西，用粮食，这个我不管，哪怕是给人家干点活呢，都行。但我有一点，都不许往外说，咱们把庞北养好了，人家过得好，才能帮咱们更好的打狼。这庞北把咱们大队保护好了，大家伙才能过安生日子，才能共同致富，对不对？队长，我们知道错了，您今天就狠狠的批，我们好好检讨，让大家都长记性。小北，不好了，你爹来了，气汹汹的要杀人似的。特娘的，他还敢找上门来，是爷们儿的抄家伙，老子倒要看看今天他想干啥，敢动咱家人，大家伙说怎么办？吕海的话刚说完，村民们就抄起手中的家伙，齐声吼道：“干他丫的！吕秀兰，你个败家娘们，给我滚出来！你吃我们家的，喝我们家的，你拍拍屁股走人了，你还要不要脸了？”庞有福，你个王八犊子，你打我妹妹，还虐待我外甥和外甥女，你个瘪犊子还有理了！男人浑身一哆嗦，接着惶恐地看着手里面提着一把冰镐的吕青松。本来吕青松就觉得窝囊，妹子被欺负了，还没办法去找人家，毕竟离那边太远了，而且去人家大队闹事，自己肯定吃亏。这下自己送上门了，吕青松双眼通红，直接要刨庞有福。哎呦妈呀，大松子，你虎啊！杀人要偿命的！一个老太太立即拉住吕青松，其余人这个时候也反应过来了，呼啦的一下把吕青松给拉住。吕海也一路狂奔的冲过来，一把将吕青松的冰镐给夺下。庞有福见到这么多人都拦着吕青松，他竟然不但不收敛，还指着吕青松大骂：“你个怂包，你打我！把他松开！”队长说完，大家伙也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看到吕青松手中没有家伙了，大家仿佛触电似的都松开了。这一松开，吕青松跳起来一脚直接给庞有福踹翻在地。吕秀兰本来是想要去拦着哥哥，结果庞北一把抓住吕秀兰，他看着吕秀兰摇摇头：“再怎么说，那也是你爹。他打您的时候，他有想过吗？再说了，娘，大舅子打妹夫，天经地义，到哪儿都说不出毛病的。大舅没家伙，揍呗。”庞北说完，吕秀兰愣住了，貌似儿子说的有道理啊。吕青松这是主场作战，胆子也大，踹翻了庞有福之后，一把揪住了他稀疏的头发，然后照着脸就是啪啪狂扇。而社员们看热闹的看热闹，还有几个假装拉架，但实际上抓的是庞有福，就生怕他跑了似的，瞪着让吕青松打。庞有福别看在家里作威作福的，出来了怂的一批。行了，这个怂包玩意儿就知道在家打女人，你来我们青龙沟欺负我们的人，你特娘的想死啊！吕海身为队长，自然是要护短的。被打成猪头似的庞有福眼下已经没了刚才的能耐。他只是低着头，浑身哆嗦的不敢说话。吕秀兰这时候走过来，庞有福看到吕秀兰，又感觉自己行了。你个败家娘们，有种你这辈子别回去！我确实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我跟你离婚。这些日子，庞北给了吕秀兰极大的勇气。他现在已经看破了，只要把孩子拉扯大，他什么都不怕。你离婚是吧？你把我家的彩礼还了？你们家的彩礼，我们家陪送的皮子呢？都特娘的给我吐出来！还有，我们家当时陪送的肉，你也给我吐出来！秀兰在你们家这么多年，让你打，还给你们家干活，你妈的，你给多少工钱？吕秀兰听到丈夫说这些话，她气得眼眶都红了，眼泪就在眼眶周边打转。庞有福接着眼睛一转：“那行，你不赔也行，你把孩子还我，那是我老庞家的。你当真敢要我？”庞有福循声望去，看到庞北身上满是血，这还是他那个一脚都踹不出一个屁的二儿子吗？庞北眸子里闪烁着寒光，仿佛一头即将发怒的野兽，警告敌人一样。庞有福都懵了。怎么，你还敢打老子吗？你个忤逆！打你？我干嘛要打你？我告诉你，马上滚！我们已经分家了。我妈这么多年在你们家脏活苦活都是她的，而且当年陪嫁的东西比你们那点粮食值钱。你要是把东西还回来，我们也还。庞有福，听到没有？我告诉你啊，庞北从今天开始就是我们大队的人了。你给我听好，你再敢动他一下，后山你就自己选块风水宝地好了。吕海这话可不单单是唬人，他要是真的这么做了，庞有福死了都没人知道。这山路本身就危险，掉山下摔死，尸体找不到的大有人在。庞有福吓得脸色惨白，他声音颤抖地指着庞北：“好，你个忤逆，以后你敢回家，
我打断你的腿。庞有福丢了一句狠话，他就要走，结果转身的时候，吕海冲过去对着他屁股就是一脚。庞有福摔了个狗啃屎之后，社员们都指着庞有福嘲笑起来。就你这样，一阵风过来都得倒。你看看，这就是花2分钱买个水壶，就特娘的嘴硬。庞有福眼看着打不过，也骂不过，他就指着吕秀兰想要骂2句再跑。结果庞北的舅妈也不知道啥时候回的家，他直接把狗的绳子给解开了。庞有福的话还没骂出来，就听他嗷的一声叫：“都给我让开！大黄，你给我撵他！”听到女主人一声吼，土狗嗖的一下冲出来，一路火花带闪电的冲向庞有福。哎呀妈呀，姓吕的，你们村就没好人？吕海看到差不多全村都出来看热闹来了，所以干脆顺势开了个大会。我看大家伙都差不多来了，咱们就在这儿开个会。我知道你们不少人对庞北这个外姓人来当我们的守山人不满，还有一些人抱着庞北行我也行的心态，就想试试。这些就是不服组织安排，私自上山打猎的。吕二柱，你说说，我选庞北到底是私心，还是他真有这本事？你看到的、感受到的最多，你来说。大家伙看到了，我伤得不轻，我是活该，我不该不听队长的话。要不是庞北救了我们，我怕是已经死了。看到没有，我就说队长那就是大公无私的。不对啊，你之前不是这么说的。都给我安静，不想回去吃饭了。我再重申一遍，从今往后谁也不许上山。眼下我们周边有狼群，没有本事上山那就是找死。另外我做个决定，咱们村的那把老猎枪，我想应该直接交给庞北了，毕竟这把枪就是给守山人打猎的。队长，要是没枪了，狼要是进村咋办啊？是啊，没有这把枪，咱们就得跟狼上去拼命了。队长，这枪我用的不舒服，枪太长了，声音也大，上山打猎容易把更大的招来。队长，要不咱们大队凑点钱，给庞北买一支短枪好了。对啊，咱们村的枪不够用，咱去镇上武装队要去呗。这个提议我觉得可行，要不这样好了，小北你先自己凑钱弄一支枪回来，等来年队里有钱了再给你补上。没事，只要您不追究我自己搞枪就行。这叫什么话？你搞枪那是为了咱们大家伙，谁要是敢打小报告，我就让他滚出去。就是要说这事儿追究，那就追究我们大家伙。我说队长，咱们报备呗，要求申请，上面肯定不批，咱们就趁机说那就自己搞，但上面要给批文，说是给了枪就行呗。我说蔡寡妇，你这主意不错啊，大家伙说呢？这个办法好，谁也挑不出毛病来。那大队先给你批一个文，你去搞枪，这样2会计，大队给庞北支出来50块钱，剩下的等有钱再给。队长啊，你说真的呢？50块钱应该能弄来不少子弹吧？你小子刚才还跟我装高风亮节呢，这不是缺钱没子弹吗？不过我保证，只要搞到枪，搞到子弹，我保证为大家把这狼群给除掉。我说小北，你不是吹牛吧？狼群都能打掉了，你是要买机关枪啊？话说你真用过吗？够不够用啊？蔡寡妇明显是在调戏庞北，吕秀兰一听立即不乐意了。我儿子的本事大家都看到了，再说了，我儿子那是得到胡三太奶认可的，有啥做不到的？现在胡三太奶还在我家呢。秀兰啊，你不是开玩笑吧？胡三太奶进你家门了，你家是要倒霉啊！他会祸害这小小子。确实是胡三太奶，而且他救了小北的命，好像是要在小北家过冬。不过比较奇怪的是，这胡三太奶好像有点怕小北。大家也看到了，胡三太奶在这多少年了，他一直都被大家伙当作山神看待。按照咱们村的规矩，只有被他老人家认可的人才有资格进山。现在就说明了，庞北确实是守山人的人选，这下还有不同意的吗？那咋反对呀？胡三太奶都同意了，我们不同意等着他来我们家闹啊，可了不得。都害怕个屁，这是胡三太奶选了小北保护咱们的，这是要感谢人家。对对对，得感谢人家。秀兰，离婚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回来说一声，你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爹，起来，让别人看笑话，给我回家。吕秀兰愣了，接着大哥吕青松拉了他一下。你想啥呢？跟爹回家？我爹，兰子也是没办法。你铁了心要离婚了？吕秀兰点点头，但没敢说话。在父亲面前，就算是儿子都已经17岁了，但他依旧还是个孩子。他从你嫁过去就一直打你？一直打，从我记事之后就一直打，村里人都知道，他就是个怂包，喝酒、赌博、打媳妇。我是怎么教你的？被打了，你还不回家，等什么呢？我不想让您知道，我怕。你怕老子愧疚？谁还没看走眼的时候，我打猎还容易让那些畜生阴一把呢。我怎么教你的？不欺负人，但也不能让人欺负。吕远宗的目光接着落在了庞北身上。你小子还敢当众忤逆你爹，你怎么想的？名声不想要了？名声？我要那玩意干嘛？是能换来吃，还是能换我娘不挨揍？走吧，进屋说吧。离了就离了吧，离了好。至于他们家的东西，我这儿有20块钱，你给他们。
爹，这钱我可不能要，这是您留着养老的钱，您还要看病呢。庞北现在接您的工作，他能赚钱了，我们慢慢还就是了。爹，凭啥给他们钱啊？打我妹子就这么算了？你不是揍他了吗？再说了，没必要跟他们一直纠缠。你要是不给，他们就一直缠着；你要是给了，他们再来，那咱们就能打他们了。咱动手也得占理啊！吕青松愣住了，合计老爷子是惦记着以后揍对方占理，于是他也不吭声了。钱的事儿我能解决，您老就别担心了。你个小犊子，毛儿都没长齐，现在倒是有了本事了。我看见了，你打了狼回来，本来我以为家里这门手艺就这么断了，没想到儿子不成，外孙接了办也好。既然你干这行，那就得知道山上的分布，什么地方大概会有什么。这图是我这辈子的心血，原本是要给你大舅的，但他不争气，打猎不在行，你小子能行，这可就传你了。这图上不只是出货的分布，还有一些标记，什么地方能去，什么地方谨慎一些去，还有一些绝对不能去的，都在图上有标。另外买卖东西不要可一个地方弄，那样不行，会被抓的。图上有个地方是个小村子，那地方可以换东西，他们是少数民族，你只要说是我的外孙子，他们会跟你做生意。多谢老爷，这个我还真的有用。看到你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天不怕地不怕，那时候我也没枪，咱们家的规矩枪都是自己搞的，但按照咱们家祖辈规矩，男人上山刀是要家传的。你大舅娶媳妇的时候，我把我砍鬼子的大刀给他了，你小子也不能让你空着手上山，这不吉利，这个你就拿着吧。哥哥，你回来了。今天哥弄回来了好多好东西。这是什么呀？是你哥带着我们抓来的鱼，这下小倩冬天就真的不怕挨饿了。哦，有鱼吃了，太好了。哥哥，有他吃的吗？当然有了，哥给他准备好多呢。你听到了吗？哥哥给你准备好多好吃的，你也不会饿肚子了。你们先歇着吧，我就先回去了。庞北以后多回家看看你姥姥和姥爷，他们是真的喜欢你。哥，我送送你吧。别了，太黑了路不好走，你再摔着，我回去了。大舅，我送你一下，这附近有狼，你没带家伙，危险。行，你小子也知道关心人了，那就让你小子送我走一段路好了。庞北背上家伙，陪着吕青松一路往回走。他们沿着小路下山，马上就要看到村子的时候，庞北的说笑戛然而止。吕青松也发现了异常，因为抬起头就看见一块大石头上赫然站着一头狼，正双目发着绿光望向这边。小北，我们去叫人吧。已经来不及了，咱们被这些畜生包围了。那咋办？咱们现在只能想办法退到陷阱那边，要不然咱们没法打。俩人商量好了对策，就往陷阱那边移动，但行动不能太快，不能让狼群发现他们害怕了。庞北拉着大舅一边退一边认真的盯着，终于有一些狼按捺不住杀心露了头。跑！再不跑就没机会了。吕青松一听，立即掉头就跑，他这辈子都没跑这么快过。吕青松下意识的回过头，结果他发现庞北竟然没跟上来，他在后面正在给自己断后。那两头狼见到吕青松跑路，就立即追上来。庞北拿着短矛一下子扎过去，直接将狼穿了透心凉。另外一头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见到庞北快速拉弓，把他射倒。快上树，我掩护你。小北，快上来，大舅拉你。小北，你当过兵吗？你咋这么溜？庞北也没心情解释，他将弓箭再次摘下，快速的瞄准了下面的野狼。该死的畜生，这次你忍不住要出手了吧？是狼王。庞北面对着绝望的时刻，心中已经暗暗的想好了接下来的办法。他从腰间扯下一根平日里捆猎物用的绳子，用绳子将刀和自己的手绑在一起。在确定缠好之后，吕青松慌了。小北，你干啥？你别糊涂。庞北这个时候纵身一跃，直接一刀砍下去，一头狼直接倒在血泊之中。接着庞北好像是杀红眼一样，直接在人群之中开了枪。吕青松看到庞北杀红了眼，他也直接陪着庞北一起跳下去。落地后，吕青松也拿着冰锥锋刺了。因为吕青松这边狼比较少，所以杀光了面前的狼，他就冲向狼王。狼王有些不耐烦地看向吕青松，并发出阵阵低吼对他威胁。就在庞北准备好恶战的时候，他又听到有一阵窸窸窣窣的脚步声，速度非常快。那声音虽然不大，但狼群一下子就觉察到了这个声音。停下来的狼四处观望。就在这一刻，庞北使出吃奶劲的一刀下去，狼王胸前刹那间变得嫣红。而这个时候，庞北也终于看清楚了，那声音是谁发出的，是狐狸。狡猾的狐狸发现有几头狼追了过去，他一溜烟就跑没影了。那些被骗的野狼追了几步，就在路上发现2只狼崽子的尸体。谁能想到他们倾巢而出，结果被狐狸给偷了家，而且这货还缺德带冒烟儿的学小狼崽子被咬死前的惨叫声。这家伙要说不缺德那都没天理。畜生们，来跟爷爷再战！庞北一声怒喝，群狼回头，这时候才发现自己的狼王已经死了，他们吓得立即掉头就跑。小北，你没事吧？大舅，今天咱爷俩可是能吹一辈子了。哈哈哈，
你小子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让狼咬了呢。咱们弄死了个狼王，大舅这够不够吹的？够了，够吹一辈子了。很多猎人一辈子都打不到一个狼王，你小子一出手就是狼王啊，是吧？我也觉得这件事够吹的了。就剩二人缓了一会儿，就拉着冰牌将地上的狼都收起来，一个个的放上去。庞北则原路往回走，看看能不能把弓箭收回来。结果就找回来了一根，余下的弓箭都已经找不到了。庞北左右看看，似乎听到有呜呜的声音。庞北用刀挑开枯草，发现里面赫然是2只颤颤巍巍的小狼崽。庞北将2只狼崽子塞进怀里，别说这俩小家伙在怀里还怪暖和的。庞北抱着2只狼崽子走回来，吕青松好奇地看着他：“你怀里塞的什么？鼓鼓囊囊的。”哎呦妈呀！你咋把狼崽子抱回来了？快丢了！你不知道狼崽子喂不熟吗？大舅，这玩意可以训的，狗不也是狼驯养过来的吗？这小狼崽子我从小养，慢慢训练。再说了，他们这也可以训练，给我上山当个帮手啊。多危险啊！这狼喂不熟的，我连胡三太奶都往家里带，还怕2个狼崽子？你小子胆子是真大。行吧，你自己拿主意。得嘞。庞北笑着将小狼崽子塞回怀里，然后接着就剩2人拖着冰牌往回走。结果一进门，吕秀兰连忙迎出来，本来还担心刚刚庞北咋这么长时间都没回来，结果一出门就看到大哥也在。大哥，你不是回家了吗？搭把手把东西拖进来。东西？吕秀兰一愣，接着帮忙伸手抓绳子，这一拖发现冰牌还挺沉，拖进来之后，吕秀兰这才看清楚。哎呦妈呀，咋这么多狼？你们俩大晚上去打猎去了？谁大晚上去打猎？找死啊！我俩在路上遇到狼了，要不是小北，我今天就交代了。吕秀兰连忙检查庞北，看看他受伤没有。这一摸不要紧，结果庞北怀里有东西在动，吓得吕秀兰嗷的一声叫出来：“娘，你别怕，我掏来2只小狼崽子，训练，以后当猎犬用。”啥玩意？你这孩子胆子咋这么大？狼崽子你也敢要？快送走！狼喂不熟的。没事，咱家还有胡三太奶呢。今天要不是他，我还有大舅真的交代了。对了，胡三太奶呢？庞北左右看看，结果这个时候狐狸竟然从大门外慢悠悠的走进来。他看了一眼庞北，接着慢悠悠就自己进屋了。我去，这货不是真的成精了吧？胡说八道什么呢？就不怕胡三太奶怪罪下来？庞北是真的有点服这狐狸了，刚刚就是他救了自己。这狼咋跟其他狼不一样啊？这就是狼王。这是狼王？你们把狼王给宰了？不是我们，是小北。吕秀兰惊讶地看着狼王尸体，又看看庞北。你把狼王给弄死了？娘，这下我这个工作算是稳了。吕秀兰一时间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她的眼里庞北还是个孩子啊。好了，这次之后，只要小北不去深山里面，基本上也遇不到什么危险了。小北啊，这次福大命大，不过以后可不能再这么冒险了。说话的时候，吕青松给庞北递眼神，庞北连忙点头。对，以后不敢了。快歇着吧，剩下的娘来处理。行了，没事我就先回去了，家里也担心了。狼群没了，这附近也就没啥威胁了，吕秀兰也能放心大哥回去。哥，这是啥呀？小狗。好好看呐，哥小狗起名字吗？还没呢，要不你给起个名字？我不识字，不知道起啥名字好，还是哥取呗。庞北看着2只小狼，笑着说：“这个叫大强，这个叫二强，咋样？”大强、二强，好名字。兄妹2人在小屋里逗狗，而吕秀兰点着油灯，就在外面把狼皮剥下来，狼肉也切好。第2天一早，庞北就起床出去，自己进行体能训练了。结果庞北才刚刚拉练完回来，就发现吕海一大早就来了。小北啊，你可是咱们大队的大功臣啊！这狼王都让你猎到了，狼群也就不敢往这里凑合了。这都是运气，运气也是实力，没有实力，运气再好也不行。对了，你是不是要准备下山去卖东西？今天大队要拉草料去，正好给你送过去。谢谢队长。对了，枪研究到地方了没有？你放心买，出事我给你兜着。研究到了，山下高老爷子家里有一把快慢机，我打算弄来。那玩意小，不占地方，而且冬天在山里背着长枪确实不太行。另外，我打算弄根枪杆，我的短毛的杆子断了。这个简单，巡逻队那边有，我给你找一根，等一会我挑好了给你送来。多谢队长。哎呀，多好的孩子，结果你爹他们眼瞎。庞北挠头憨下，也没接话。他不想提父亲的事情，在他心里，父亲一家人他都不想提。没多久，大队来了几个人，帮着吕秀兰和庞北将鱼扛进村子，装在车上后，庞北跟着车一起下了山。一路摇摇晃晃的，终于到了山下之后，庞北将几口带鱼都卸下车后，接着笑着跟高老爷子打招呼：“老爷子，我把你要的东西搞来了，东西你准备好了吗？”“去拿吧，在屋里。”庞北笑着走进房间，拿出了高大爷给他准备好的快慢机。“老爷子，您不验货？”“你小子带着这个，不用验，是自己人。”“这有啥说法吗？”“这是个证明，
有这个就说明你小子是被山承认的猎户，没有猎户会为了一点蝇头小利砸自己的牌子。小子，打猎可不单单要身手的，声誉同样重要，记住了。彭北点点头，他将快慢机收好，接着跟老爷子聊了几句就回家了。小北，你快出来，出大事了！咋了？出啥事儿了？农场那边给咱们生产队分了8个知青，结果这群愣头青自己走过来，还走丢了。山下有人看到他们进山了，我怕出事啊！这下坏了，虽然狼群被咱们清理了，但狼王被我弄死前就被其他猛兽袭击过。你说啥？你的意思是，这狼王来咱们这边是因为有猛兽袭击了他？不然的话，狼王干嘛要这么靠近人类的村子？狼群基本上是不会靠近人类的村庄的，他们也怕人类的。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猛兽？说不准，有可能是猛兽，但也有可能是偷猎的人。那还愣着干嘛？赶紧跟我一起找人去啊！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这都不妙啊！这群知青里面男女都有，可坏了。您别急啊，让我带上枪。对，我也得拿着枪，这样我在队部等你，你快点啊！吕海话都没说完就着急往外跑。吕秀兰担心地看着儿子，注意安全，可别逞能，听到没有？娘，我知道了，你放心吧。队长，你看，山下能进山的路就是对面山脊下面的小路，咱们现在处于山坡上面，他们要是进山走错路，就只能走那边了。那你觉得这群愣头青能去哪儿？他们进山时间长了，一定会想办法找地方休息，而山里面看着像是路的，就只有往老林地那边的那条路。老林地那边，这可坏了。小北，老林地可不兴去啊，那边有老虎的。小北，有没有把握？队长，以我们现在手里面的家伙，要是真的遇到了老虎，那咱们根本没法应对，所以咱们得立即做一个决定，是冒着危险救人，还是说不救？公社把人交给咱，不能就这么让他们出事，先去找找看，要是找不到线索，就无法证明他们去了老林的。要是死在里面了，那就是他们的命，咱们也没啥好办法，毕竟已经努力了。你说呢？吕海的话很隐晦，但庞北听得出。队长说的对，也许还没进老林子呢，那就先下去找找线索。庞北带着小队直接沿着山脊一路朝着山下的小路走。等到山坡下之后，庞北就觉察到了事情的不对。吕海看到庞北停下来，心中有了一些不安。小北有什么发现？太安静了，咱们走这么久了，路上连一只兔子都没遇到，这不正常。咱要是找都不找就回去，没法跟公社交代。让其他人退回安全的地方等我们，咱们俩有枪，可以进去找一下看看，好的话也能快点跑。就咱俩，会不会更危险了？咱们俩有枪，面对野兽，枪的响声就会吓走大部分的猛兽，而且咱们俩跑起来会更容易，再加上这里面就你和我会打猎，不是吗？你说的没错，那就咱们俩出发。其余人立即折返回去，没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贸然进山，听到没有？知道了。众人犹如得了特赦一般松了口气，可算是不用在这个鬼地方待着了。庞北跟吕海两人沿着山路加速前进，终于在中午时分才走到了山下的小路上。在路上，庞北俯下身仔细地观察了地上，这里的脚印并不多，而且多半都是新的，应该是在里面。还真的往老林子那边走了，这些孩子是不是傻？这条路明显都没有脚印，他们还往前走。他们人多，而且不认识路，速度应该不快，咱们还是尽快追上去。行，这种事情你是专业的，我听你的。虽然庞北年纪小，但实力不容小觑，所以这种时候只能仰仗他了。又沿着小路走了很长一段，庞北在路上已经找到了一些他们休息过的痕迹。看地上的痕迹，应该走了没多久了，而且地上的食物残渣数量来看，他们应该已经把身上的干粮吃完了。小北啊，你这都会，你小子这不只是能追踪猎物，还能追人啊！老子主业就是追人，副业才是打猎，只不过现在用不上这么做。小北，咱们赶紧赶路，看看能不能追上。好。说完，庞北就快速度向前追去。吕海惊讶地发现，庞北的速度他竟然有点跟不上。明明自己才是壮年，而庞北也就是个孩子。结果庞北在雪地里面前进的速度比自己还快。没一会，庞北就又停下来。吕海再次上前，这次他感觉自己的血都凉了，因为这次在雪地上看到一滩血迹，是人血。他们遇到危险了？肯定是有危险，不过更危险的是，他们遇到的不是老虎。你怎么知道的？庞北抬起头，吕海也跟着望去。只见不远处能看到几个小黑点，那是3个人，好像是拿着刀和长矛驱赶着一群人，应该就是他们。队长，我从侧面靠上去，你保持距离跟着，你负责警惕周围，防止他们还有同伙。什么？你要以1敌3？不行，你才多大？那些都是亡命徒，打猎你是不错，但这有可能算是杀。队长，您是希望他们杀了那些知青，还是说我杀了他们？小北，这是杀人，你不怕吗？过去怕，现在早就不怕了。虽然是杀人，但在我眼里，这些人跟畜生没什么区别，宰了也就宰了。不过，队长，
我要是真的杀了那几个坏人，你可要给我作证。你小子想什么呢？我带你来的，还能告你黑状？我成什么了？那就行，你放心，他们比狼来说要容易对付得多。咱们就按照计划来，你负责帮我警惕周围，我来弄死这群王八蛋，解救知青。听你的，小北，你可一定要注意安全。你给我记住了，在我这儿，知青的命没有你的命重要，知道吗？放心吧，大哥，这几个小娘皮还挺嫩，咱都多久没碰过女人了？一会儿回去好好享受一下。当然可以，今天是踩到点子上面了，竟然会有人自己送上门来。你们这群混蛋，我们是不会向你们低头的，而且我们的同志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你马德还敢跟我们叫嚣？告诉你，我们哥仨身上都有人命的，你再叫唤，老子一会儿给你扒了皮烤了吃。马德，娘的是高手，不是普通人。孩子，竟然是个孩子。小北，你没事吧？庞北的表现根本就不像是刚摸枪不久的孩子，打得准，杀得也果断。就在吕海发呆的时候，庞北似乎也反应过来了，然后转过头，开始装出干呕。转过头的时候，他还故意抠嗓子眼，吐出来不少东西。我跟你说啥来着？你小子是不是逞能？队长，拉我一把，我起不来了。哈哈哈，你小子呀，就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这下知道了吧？是不是吓得腿软了？都差点吓尿了，这玩意搞不好还要做噩梦呢。好小子，这就不错了。换我的话，也比你好不了多少。你小子是真胆大啊！庞北勉强挤出一点微笑。这时候几个知青都凑过来了。同志你好，我们是前往青龙沟大队的知青，我叫赵小田，多谢您救了我们。请问您知道青龙沟生产大队吗？吕海和庞北相视一笑，接着吕海带着一抹调侃的神情对女孩说：“你们跑无人区来，你觉得能有人在吗？我就是青龙沟大队的队长吕海，这位是我们守山巡山安全员庞北，我们就是来找你们的。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得赶紧离开，这边还是有老虎的。老虎？快走吧！你们这帮孩子是真的虎啊！这路上我们俩都看到老虎的痕迹了，你们竟然还往里面走，没看到路上没有脚印吗？你们再往前看看，这哪儿还有路了？咱们得快点跑，我们手上的家伙根本就没办法打老虎，快点走！快跑！吕海这么一喊，庞北的心都凉了，这不是给老虎爆点了？队长，你带着大家跑，我来引开老虎。你这不是胡闹吗？老虎要是追你，你还跑个屁！没事，我能躲着，你放心好了，我跑得了。你们先跑，我带着老虎遛弯，你快点离开，记得给我发信号。这咋发信号？放狼烟，记得别把林子烧了。庞北说完就往反方向跑。吕海想追，根本就追不上庞北。这小子在林子里跟兔子成精似的，跑得飞快，一眨眼人就没了。这小崽子，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你！看什么看？接着跑啊！庞北跑回去没多远，他就停下来了，因为老虎正对着他，两者相距不过100步。就在老虎即将对庞北发起攻击的时候，庞北镇定地抬起枪口，对着老虎就是一击。老虎快速闪开，子弹在雪地上打出一个坑。庞北也不慌，这一枪是他故意的。就在老虎闪躲跳开的瞬间，庞北又依次开枪，这次子弹在老虎的爪子上划过，留下一道血痕。老虎吃痛，摔在雪地上，他真的被激怒了。庞北笑着看向老虎，接着掉头就跑，嗖的一下钻入林子。老虎气得嗷嗷直叫，结果追进林子，却发现庞北不见了。老虎警惕地观察着周边，就在好奇庞北跑哪去了的时候，突然屁股一阵吃痛，老虎嗷的一声，这时候才发现屁股已经多了个血洞。老虎左右观察，结果在大概40米左右的地上雪花泛起，庞北站起来立即掉头就跑。老虎想追，但后腿实在是疼，恼羞成怒之下，老虎发出愤怒的呼啸。吕海带着大家逃到山坡附近，正打算找树枝生狼烟的时候，庞北就回来了。你个小瘪犊子，你是不是有点本事就飘了？怎么样了？受伤没有啊？你要是出事儿，你让我怎么跟你娘交代？庞北心头一暖，队长虽然是责怪自己，但实际上对自己的关心已经溢于言表。我在老虎屁股上开了个小眼儿，他不可能追我们了，他跑不动了。啥？你给老虎屁股开了个眼儿？哈哈哈，你小子是真的牛啊！你这是出息了，就算是你姥爷也没给老虎屁股开过洞啊！都说老虎屁股摸不得，我这次摸了，还挺爽。你个小王八犊子，你觉得我夸你呢？你胆怎么这么肥？跟谁借的？给我还回去！疼疼疼！队长，我以后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小子也知道疼，知道怕啊！我还以为你天不怕地不怕呢。我这不是为了救人吗？嗯，不是，我检讨，我这是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情节，我反省，我检讨。这还差不多，嘿嘿。不过你小子真有点能耐啊！回去我给你弄点子弹去。真的？
瞧你那点出息，就这仨瓜俩枣的给你乐的，没出息。我这人就这么大的出息，有子弹就说明能再打点好吃的过年嘞。给你子弹，继续给老虎屁股开洞去。你小子多能耐呀！不敢了，再也不敢了。我就在咱们后山周边溜达，绝对不会跑这么远的。这还差不多。走，晚上去我家，让你大娘给你炖红烧肉吃，咱爷俩喝2盅。上集说到，庞北和队长进山救人，还给老虎屁股开个洞，他的这种行为可把吕秀兰吓了够呛。伤哪儿了？我听说你们遇到老虎了。秀兰啊，回去好好踹他几脚，这小瘪犊子去给老虎屁股开洞。你这孩子咋虎了吧唧的？老虎屁股你也敢鼓捣？小北啊，老虎屁股啥感觉？比女人屁股软不？对啊，那老虎万一是母的，再让你负责。都在这瞎咧咧啥？没看到还有女同志呢？让你们多读点书，就跟要你们命似的。对，说话文明点，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吕海冲过去给那几个起哄的人一人一脚，大家都笑着抱头跑了。而赵小田听到大家伙的话，也忍不住捂嘴咯咯直笑。这些人满嘴说的都是些什么啊？真的是粗俗。我说李青同志，你这话叫什么话？劳动人民是最美的，也是最朴素的。你心脏听到都是脏话，我听到的是大家对庞北同志的关心还有爱戴。别听他们瞎咧咧，走，去我家给你弄好吃的去。那个啥，秀兰啊，今天小北就住我家了，明天一早让他回去，晚上开个会，让他在我家热炕头上烘一下，别落毛病。行，都听你的。小北，咱们村还要组织巡山队，每年都要定期巡山，防止有山火。我打算让你也参加，平日里也没啥任务，就是固定时间段进山看看，防止有山火啥的。另外就是有时候要配合公安的同志抓个坏人啥的，这个你放心，基本上没啥机会。那3个都宰了，你就把心放肚子里面吧。队长，我要是加入这个巡山队，是不是可以定期进入深山溜达一下？你小子又打老虎的主意是吧？我就知道你小子没憋好屁，你当我不知道你吸引老虎的时候，其实也把那家伙的3八大盖偷偷藏起来了。庞北一愣，他没想到这么快就被队长发现了。我知道你喜欢枪，那枪你抽时间小心点，偷摸弄回来，子弹我给你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就别拿出来瞎掰。开春等我给你整个条，把这枪落实了，你再用。您还真的是料事如神啊！你小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的是什么屎。谁呀？队长，是我吕小五。小五子，啥事儿？队长，俺闺女发烧，人都抽了，要不行了，得赶紧下山去卫生所。吕海一愣，外面下着大雪，这下山咋走？人在哪儿呢？先看看情况啊。看有啥用？得赶紧送走。村里面没大夫吗？孙郎中不行啊。郎中，咱们村没卫生所，山下幸福大队有，可这下山又要10几里的山路，这一路颠簸，怕是要把人给颠没了。先去看看吧，看看啥情况，不行的话，想办法把人送下山。我这走夜路有经验。那先去看看情况。说着，庞北和吕海就跟着吕小五一起前来看家。一进家门，庞北就看到一个小女孩面色苍白的躺在吕小五媳妇怀里抽搐，一旁有一个老者正不断的摇头，看样子这就是那个孙郎中。这是高烧惊厥，快把孩子衣服脱了。还有家里有退烧药吗？队部里有扑热息痛片，行不？乙酰氨基酚，这个太行了。还有你吕小五，马上烧水，用温水给孩子擦身体。这都烧成这样子了，再脱衣服不冻死啊？在炕上发汗才对。发你妈个蛋！你是怕孩子不死是吧？想让孩子活，听我的。看我干嘛？让你们干嘛就干嘛，我去拿药。因为吕海下命令，大家伙自然会选择相信吕海，而不是庞北。庞北也不管那些，他指挥着屋子里的所有人。吕小五烧水，他媳妇给孩子衣服脱了，然后不断的给孩子擦汗。没一会儿，水烧好了，就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子。这个时候，吕海直接拿着药回来。快，我把药拿来了。用水泡开，掐住嘴巴给孩子灌下去。听到庞北的指挥，大家都赶忙去照做。手忙脚乱一阵子，孩子终于不再抽搐，而是恢复平静。大概40多分钟后，孩子的烧退了。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吕海用力地抓了下庞北的肩膀。你小子还懂医术？我懂啥医术？就是遇到过这种情况，跟大夫偷师这么一手。庞北当然是说谎，作为特种兵，紧急情况的野外急救，那都是必须要的手段。虽然是退烧了，但还是需要抗生素。大半夜的，这抗生素可是难找。不过大人出去找倒是比带着孩子出去安全。要不小北，你跟我走一趟，咱们去找大夫。行，你们先看着孩子，我跟小北给你们找药去。你小子会的可真多啊！要不因为你是蓝子的孩子，我都怀疑你是特务了。队长，咱可是根正苗红，真的需要我的时候，上战场我也一样会全力以赴。用不上你小子出去拼命去，仗差不多都打完了，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吧。
两个人冒着风雪沿着山路一路下山。他们来到山下之后，庞北的脚踝都冻得发麻，这才到了卫生所。吕队长啊，你这黑灯瞎火的，还下着雪是出啥事儿了？张大夫，有个孩子发烧，好像是叫小北，那个词儿怎么说来着？惊厥。哦，对，惊厥。这不是小北吗？你咋在这儿？张大夫，您调到这边来了。哎呀，我说怎么看不到你了呢？您认识他？他妹妹小倩没少生病，他就经常带着妹妹来看病。后来在家里被打了，就想着跟我学一些日常常见疾病的治疗方法，给妹妹看病。这孩子可是好孩子啊！原来是这样啊！娘，我去山里面溜达一下哈，太阳下山前回来。那你可小心点啊，别乱来了，听到没？知道了。庞北笑呵呵的进屋拿上装备，接着看看在火炉边上烤火的狐狸。你跟我出去溜达一下不？狐狸抬起头，他起身抖了抖身上的毛，接着又懒洋洋地跟着庞北走出去。庞北带着妲己在山里面沿着小路一直走，等下山坡的时候，狐狸突然挡住庞北，不想走了。庞北好像知道他什么意思。妲己，我这昨天好不容易才弄一把38大盖，不拿回来，那我昨天的努力不就白费了吗？等有了大枪，咱就能打更大的猎物了，你说呢？狐狸眼睛一转，接着就让开路，跟着庞北一起走。中午的时候，庞北终于到了老林地这边。庞北找到了昨天藏起来的38大盖，接着庞北就去找那3具尸体。等庞北到了那边后，发现这3个恶徒被野兽给吃了。庞北在崔三金的附近发现了100多发子弹和一个军用的双筒望远镜，看上面的字都是日文。哟呵，鬼子的望远镜。庞北又搜索了一下其他2个人，他竟然又搜出来了3个子弹包和1把王八盒子。很显然，这2人不会用枪，是充当子弹包的。庞北舔完包就直接离开了，结果在回家的半路上，突然发现了一头鹿正在找吃的。好家伙，个头够大的！庞北看到这头雄鹿，忍不住开始手痒了。他左右观察了一下，确定没有人之后，就端起了38大盖，300米距离，庞北是有绝对把握的。还行，很准。有了这把枪，开春之后进山绝对没问题。就在庞北捆住鹿腿，准备往回走的时候，突然身后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庞北警觉起来，他的手下意识地摸到了腰间的快慢机，一瞬间，在树丛里竟然窜出2只狼。好家伙，这么记仇！可惜爷爷，我已经不是那天跟你们战斗的我了。庞北都没给2只野狼反应的时间，砰呼枪，这2只野狼就给他们的狼王去作伴了。切，真拿豆包不当干粮啊！下辈子长点记性，离拿枪的人远点。庞北收拾好猎物，接着哼着小曲，把猎物往家里拖。干嘛去了？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您看，咋还有狼？这不是他们俩自己送上门了，我就一枪一个。你怎么这么大胆子？娘，这也是在咱们周边，见到狼就得打。队长对咱们这么好，不能不干事儿啊。吕秀兰听到庞北的回答，倒也觉得对。没错，还是我儿子，你做的对。娘给你做好吃的了，进屋歇会，娘给你拿。吕秀兰笑着帮庞北把猎物拖进院子里。娘，我这几天准备多打一些，咱们自己留足够吃的，剩下的看看能不能在村里换点东西。这个当然可以了，只不过咱们家也不缺粮食，换点啥？家里缺点啥就换点啥呗。毕竟咱刚过来，实在是没得换的，让他们签字据，或者是找队长作证，等开春给家里盘个火炕，再盖房子。我看不如就直接找队长换，等到时候队长组织人帮忙就行了，这样最稳妥。我看行，这样咱家也能改善改善。还改善啥呀？咱们的日子还不好啊！吕秀兰忍不住笑了。不过庞北正笑的时候，妲己突然抬起头看向门外，庞北也停了下来。他看向门外，脸上的神情一下子变得冷凝起来。咋了？招贼了！吕秀兰听儿子说招贼了，吓了一跳。庞北示意母亲不要叫，他直接走向门口，在开门的瞬间，妲己嗖的一下冲出去。等庞北出去后，就看到了院子里有2个人正在偷录。偷东西可不是什么好习惯。2人浑身一僵，他们回过头的时候，正好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们。而这个时候，其中1人哎呦一声惨叫，妲己就趁着这个空档偷袭成功，一口咬在了其中1人的手腕上。想跑是没可能了，丢掉手里面的武器，趴在地上，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全麻子，还有老舅。吕秀兰不放心儿子，这个时候他也来到了院子里，只不过他的这番话彻底把庞北给整懵了。老舅，那不是自己的舅老爷吗？娘，你认识啊？这个要论辈分，你得叫他舅。这个呢，就是你舅老爷，他是你太姥姥的小儿子。庞北愣住了，太姥姥，庞北从来没听说过啊。这是你姥姥的弟弟，他跟你姥姥不是一个妈生的，咱们跟他们也没啥联系。那他们在咱们这儿住？送队长那边去吧。算了吧，毕竟还是亲戚，这事儿说出去丢人啊。如果都这样的话，以后咱们家还有安宁吗？我这是在家，不在家咋办？
吕秀兰一怔，儿子说的不无道理，要是庞北不在家，那他们就得手了，尝过一次甜头，就会有第二次。行吧，你做主。庞北押着2个人来到吕海家里，吕海看着蹲在门口的2个人，他气得脸色涨红。你们2个还要点脸吗？你们怎么能偷自己家亲戚的东西？你们还有王法没有？说话，要是不说话，我就给你们送派出所去。队长，别啊，我们就是想吃点肉，没别的意思。要都是你们这么想，人家还过日子不？你们这叫什么行为？犯罪！我告诉你们，明天开大会对你们进行批判，肯定是没跑了。这次我可以让你们不用蹲巴黎子，但如果有下次，你们俩给我做好挨收拾的准备吧。不敢，不敢，再也不敢了。你觉得这样处理如何？毕竟你是当事方。不管你们跟我妈是什么关系，再来我家偷东西，我手里面的枪就不一定这么听话了。以后再有人去偷东西，你就开枪，打死都没事。我明天就得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以后谁要是敢偷，打死不论。听到吕海说打死不论，2个人吓得脸色苍白。现在知道怕了，当初想啥玩意呢？庞北是咱们村的守山人，人家能吃肉，是人家自己努力的结果。你们去偷，其实就是挖公家墙角，破坏生产队的安全环境。我告诉你们俩，以后再敢去山上偷东西，他放过你，我都不会放过你们。庞北上山打猎，然后这怎么会是个孩子？庞北吃惊地看着尸体，人都傻了。他发现这尸体是有被打伤的痕迹，是谁这么心狠手辣，对一个孩子竟然还下此狠手？庞北左右看看，路上能找到痕迹，看样子。庞北快速折返，找到吕海后，然后把遇到的事情跟吕海说了一下。吕海愣了，孩子的尸体，这边的情况你不知道，是女孩吧？那是养不起，故意丢在山上的，是冻死的。队长，不是冻死的，是被虐待致死。你说什么？我检查过，现场挺惨的，而且对方是个变态。听到这儿，吕海都听不下去了，先把尸体抬回来，别让野兽吃了。我去让人打电话报警，联系农场那边来人。大概快天黑的时候，农场派来的人还有警察一起都到了。他们问庞北详细的情况，庞北把自己看到的情况还有现场的线索尽可能详细的和警察说了一遍。小孩，你是干啥的？你这够专业的啊！这是咱们生产队的守山人庞北。这也就是个半大小子，他是你们生产队守山人。小北虽然小，但人家是家传的猎人，他姥爷啊就是咱们上一代的守山人，这不是老爷子腿脚不好了就换了他，能耐学得不错。原来是这样，这小同志还真的是个人才。老吕啊，你们生产队可是有福了啊！所长已经检查过了，跟庞北同志说的一样，性质极其恶劣。这孩子生前遭受过非人的虐待。既然有痕迹证明是下山的，无非2种可能，要么是山下生产队的人所为，要么就是藏在山里的悍匪所为。小刘，你觉得是哪一种？不好说，毕竟线索并不全，而且要是躲在山里的人，那真的不好找。如果把女孩从山下村子带入山里，那边人多眼杂，基本上不太可能做到完全隐蔽。难道孩子哭哭闹闹的，不会求救，不会被发现？当然，不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孩子是被弃养丢到山里，然后被歹人遇到，但在这个时节还会在山里行动的，要么是我这种守山人，要么就是悍匪崔三金。我们已经抓崔三金好多次了，但他手里面有枪，而且山区太大，不好抓捕。我们不太像，要是崔三金的话，为什么要送到山上来？这不是多此一举吗？而且山坡上没有人烟，我经常在这里巡山，不可能发现不了的。我们也许忘了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山里怕是有人贩子，这孩子是有人花钱买的。听到这儿，大家伙都沉默了。庞北说的可能性相当大，那就必须要仔细排查一下。小刘，你先带着几个同志去山下排查一下，问一问生产队队长有没有丢孩子的，另外就是打听一下附近有没有丢孩子的现象。庞北小兄弟，看样子你十分熟悉这里的环境，要不明天你带我们进山搜索一下吧。对了，你有枪不？赵所，这孩子被他爹赶出来的，跟着他妈一起回来了，他妈就是我们这儿的人。这不是刚到村里的枪早坏了，一直申请都没申请来，所以老吕有话你就直说，要是跟我这儿要枪是不可能的，要是给你个许可倒是可以。这孩子自己在山里晃悠，我就不信你们自己不去搞枪去。只要您给个批准，是不是这孩子也能少点麻烦？你们队长也在这儿，还有小刘，你给这孩子登记一下，给他发个许可。但是孩子用枪可以，但枪只限于你巡山，也就是说你在山上可以带枪，出了这边可不行，听到没有？清楚，我严格遵守条例。好小子，这么好的孩子还给赶出来了，你爹叫啥名字？这么眼瞎？您妹妹的婆家。庞有贵的二小子。赵长河瞪大眼睛，他妹子是个啥玩意他清楚，但回娘家的时候也都会说嫂子对自己好。
他们一家子都不是东西，尤其是老大，那就是个窝囊废，在外面怂，在家里直棱。怎么回事？你爹把你们打出来的？是我娘被打得头破血流的，我忍不住了，就跟他们吵了一架，他就让我们滚。于是我心一横，就跟我娘上山了。这没办法才打猎，不过还好，我天生好像就是打猎的材料，所以没辜负了队长对我的期待。庞有贵这犊子可是够狠啊！这么大的儿子就让上山了，他家里养的那个废物留在身边，什么玩意？说起来，咱们也是有亲戚关系的。你二婶没少跟我说你小子懂事，今天看到了，还发现你小子挺有正义感的。没事儿，你们放心弄，但孩子你可得给我记住了，枪不许带出山，听到没？小刘，回去你就给他做个登记，这孩子没问题。赵所，我觉得庞北同志的能力相当不错，有必要发展成咱们的巡逻员，这样咱们搜山抓崔三金啥的也有巨大助力。小北，你觉得如何？这没有问题。你们不用抓了，崔三金让这孩子打死了。啥？你干啥了？打死崔三金？庞北也知道这么一直瞒着也不是事儿。再说了，当初吕海是担心自己秘密太多惹麻烦，这群知青万一有个嘴快的给他抖出去，自己不是更麻烦了？不如大大方方的和警察坦白，这样麻烦会最小。打死了，我也差点交代了。对了，我在他们身上找到了一把38大盖，就放在我家。这不是枪就有了吗？所长，这是不是？上面要崔三金，谁知道他拿了什么？那尸体在哪儿？在老林地附近，那边有老虎，非常危险。就算咱们人多，也不能排除会被袭击的风险。别明我暗，你说的没错。那尸体你处理了吗？我埋了，不过埋在雪里的。在回去的时候，尸体已经被野兽啃了，不是做山雕，就是那老虎干的。一共3人。3人？你确定？这个队长能作证。就是3个人，不光我能作证，那几个遇险的知青也能。小北和我去找他们，他们迷路了。我不是怀疑你们，是这伙人，一共7个。庞北与吕海都傻了，吕海更是惊得后背全是冷汗。7个，他们杀了其中3个，另外4个不得来报仇啊！孩子的事有可能是他们做的，这也许就是给你们一个警告。不行，这剩下4个，说什么也得抓到了。小北，你敢不敢跟我们上山去抓剩下的人？当然，我娘和我妹子都在山上，我经常出去打猎，他们要是报复的话，我不在家，那简直不敢想。那我们今天就先留下来，明天天一亮，咱们就一起出发去后山，你来带路，记得带足子弹。行，那赵所，我先回去了，我娘和我妹子在家，我不放心。你这孩子孝顺，回去吧。多好的孩子，老庞家这群王八犊子。这孩子命苦，刚来的时候没吃没喝的，在山上差点就冻死了。对了，明天我要不再叫上民兵吧？不行，人多了反倒是容易暴露，而且你们村总共有几把枪？你跟我说实话。3把。小北手里面有一把38大盖和一把快慢机，我手里面就一把猎枪。猎枪不太好用，那你跟我说，这孩子用枪能行吗？这小子天才，宰了崔三金，当然当场吓得就不敢动弹了，但很快就缓过来了。不过比我强，我当时也吓坏了。这小子没尿裤子。你笑啥？这近距离打死人不害怕才有问题。他要是会用枪那就好，回头啊，我给这小子批个巡逻员的身份，这样1年也能拿到110来元的补贴，多少能帮衬一些吧。那我可要替孩子谢谢你啊，这家里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完全就靠着庞北从外面打点东西回来。行，啥都别说了，毕竟也跟我有点亲戚，能帮点是点。对了，吕队长，这庞北开枪是谁教的？能打死崔三金，这可不一般啊。据我所知，崔三金可是当过民兵的，在他们生产队也是个用枪的好手。呵呵，我可不是吹牛哈，这小子是我教的，但这小子就好像是天生会用枪一样，我就教他怎么开枪，用我单管练2次，他就会了。这孩子要不是他娘离不开他，咱们生产队也离不开他，我还真的想把他送部队去。这小子绝对是个神枪手，好苗子。说到这儿，吕海突然顿了一下，他接着想到什么。对了，赵所长，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一个线索。小北家招过贼，昨天招贼，今天就发现了尸体，是不是有点说法？他们该不会是探路的吧？你咋不早说？这么重要的线索，那2个小头在哪儿呢？快去给我叫来！吕海连忙让人去找，结果没多久人就回来了。队长，麻子和他爹都不见了。庞北走在回家的路上，就感觉到了一股杀气。庞北目光冷凝地看向树林的方向，目光好像是2把钢刀，仿佛准备收割对方的性命。躲在树丛里面的人吓得连忙趴下。大哥，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不可能，咱们隔着这么远，他怎么发现？也就是无意间往这边看一下。等一会儿，你们会知道，招惹了你八爷范无咎是什么下场。庞北低声说罢，立即回家。吕秀兰看到儿子回来了，她急忙走过来。儿子回来了，今天是干啥去了？怎么这么晚？带着小倩进地下室，快！吕秀兰怔住，这一刻，儿子的身上充满了陌生人的气息，显然是出事了。
吕秀兰思索一下，也没多问，直接转身去抱庞倩，快速钻入地下室。你也去，记得照顾我娘他们。狐狸看了一眼庞北，他呜咽一声，接着带着小狼崽子一起钻了进去。庞北关上门，他接着又把地下室的入口掩藏起来。确定都安排好了，庞北直接背起38大盖，他的目光朝向了发现目标的方向。既然你们自己愿意送死，那就别怪八爷我不讲情面了。说完，庞北的身影消失在夜色之中。那些人看到庞北回家，他们立即围了过来，一个个都小心翼翼地靠近，试图探查房间里的情况。然而院子里一片漆黑，只有窗前有微弱的亮光。马蛋又是个穷鬼，不过3的仇不能不报。二爷宰了他吗？动手！随着男人一声令下，一名手下一个翻身就跳进了院子，可刚进入院子，砰！接着是弹壳清脆抛出跌落在地面的声音。操！交代了一个兄弟，二爷要不点了这破木屋，准备火。尼玛在哪儿打的？不是在院子里吗？快点火！进院子，快！他就在我们背后。庞北击毙了2人后，潇洒地走进院子。他从一个叫二爷的男人身上找到一颗香瓜手雷和一沓大团结。好小子，就当孝敬你爷爷了。就在庞北收起手雷时，外面就传来了脚步声。所长，是一枪爆头？不是一枪爆头，是枪枪爆头。这根本就没有合适的射击角度，他怎么做到的？把人当野兽打，驱赶、引诱，利用那屋子里微弱的灯光，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让大家都认为他是在房间里，而不是在外边的树上。这孩子是天赋使然啊！小北，你怎么样了？刚才是你放的枪？是我，他们要袭击俺娘和俺妹子，这群畜生，刚才还要点火烧俺家，俺能放过他？那你就把他们当畜生打了。所长，反正人我杀了，要杀要剐，你们看着办吧。我抓你干啥？你是首山人，这群畜生早就该死，上面下令也是不论死活，谁杀都一样。你小子啊，我都不知道说你啥好了。虽然你是立了功，可你小子是杀神转世是咋的？你还想讨媳妇不？老吕啊，他们没有退路，举家都在山上，他们不保护自己，要做绝户吗？可他还是太小了，他今年才17呀，这要是传出去，哪家的丫头敢嫁啊？哎，刘啊，我问你一句，你是不是没对象呢？啊，是啊，我没对象。小北，你要对象不？女大3抱金砖，我们刘可是好闺女，只可惜是法医，没人敢要，你俩多登对啊。庞北倒是没啥，但一旁的刘警官反倒是很不好意思了起来。你要是不介意，我倒是无所谓。这不太合适吧？人家刘警官那是读过书的吧？这事儿以后再聊。话说小北，这些人为啥要袭击你？你知道不？不清楚。小北，这件事你暂时保密，明天的行动暂停。小刘，咱们没收的还有地方上缴的弹药，里面有38大概的吧？有，但不多。那就都拿出来，我批条，你去办就是了。好的，赵所。刘佳琪点点头，接着他们就开始收拾尸体。而庞北回家，他将母亲和小倩都放出来之后，母亲担心的打了一下庞北。你疯了你，逞什么能？就你能是吧？你要气死娘吗？娘，我没有，我就是担心你和小倩的安全。你看我不是没事吗？刚才赵所长和吕队长都来了，没事的。再说了，我当守山人，将来能一直保证不遇到这种事情吗？听到儿子说的，母亲也沉默了。是啊，山里面能出现的，还能让庞北遇到的，要么就是警察，要么就是坏人。行了，睡吧。明天你还上山吗？我打算再弄点鱼，这次不需要一次弄太多，一点点的往回带，再看看能不能打狍子，凑点年货出来就行。那明天带着小倩一起出去呗，去湖边，咱家全上，是该多准备点了。这眼看着要进不了山了，整足了，你就在家给我老老实实的猫冬，听到没？行，我知道了。第二天一早，庞北就带着母亲和妹妹来到了河边，扬网下去，还真网上来不少的鱼。看到这么多鱼，吕秀兰笑得开心。可就在这个时候，树林里来了一伙人。干啥的？谁让你们在这里捕鱼的？你们干啥的？哪个生产队的？俺们是前进的。你干啥的？谁让你在这捕鱼的？前进距离这里隔着一条河，2片林子，还要2隘口，说起来17、8里路了。你们问我干啥的，不合适吧？我特喵问你呢，干啥的？有这么问电话的吗？我尼玛！愣头青这句话一出，庞北忍不住笑了。吕秀兰要拉庞北，结果庞北已经走过去了。他跟对方面对面站着，愣头青仰着脸，好像很牛逼的样子。但没想到的是，庞北突然一个头锤，给我打他们！其余的人抄家伙直奔着庞北冲过来的时候，就听一声，所有人都懵了。小北，你干啥？你咋能用枪呢？娘，这里外人是不允许进的，他们越过封锁线，直接进山。我今天就是在这儿打死他们几个，也是白打死。谁知道他们几个跟那些杀人犯是不是一伙的？
被打得愣头青傻了眼，他立即反驳：“俺们是来弄鱼的，你们还抬谁呢？”弄鱼的，那更有意思了。来，你跟我说说，这鱼是谁的？公家的，反正不是你的。我巡山队的，守山的。你这叫盗窃国家公共财产！都把手举起来，东西丢掉，趴在地上，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不然就按照杀人犯处理。小子，你给我等着！今天你牛逼，你有枪，你等我找你的。我等你，呵呵。你们呢，也一样吗？要是没种就滚！以后谁再敢来山里偷东西，别怪我不客气。一听庞北这么说，吓得他们家伙丢在地上就跑。你起来！愣头青站起来，一拳就朝着庞北打过来，可没想到拳头还没挥动，就被庞北一脚踢飞，然后骑在对方身上就是一顿输出。小北，你这是干啥？别打架！娘，我这是打架吗？他是来抢劫的，我没逼了他就不错了。再说了，这小子带家伙进山，我是干啥的？要是都这么进山，要咱干嘛？有本事你打死我，你不打死我，我就骂。骂？你骂爽了，我就把你的烂舌头割下来喂鱼。我说到做到。小北，你给我住手！不服是吧？我不服，你弄死我！行，那我就看看你嘴能硬多久。赵长河下山做排查走访，结果遇见了几个年轻人求救。赵长河一听几个年轻人的描述，他就知道这特喵的是庞北。他怕庞北吃亏，毕竟李牧那个滚刀肉，他抓都不止第一次了。然而发生在眼前的事实刷新了他们的认知。你小子疯了，打架怎么还动刀？赵所，我没打架，他们几个闯入深山，自称是来搞鱼的。您看这满地的棍棒，还有镰刀，咱就说我昨天发现的尸体，钝器伤、锐器伤，这几个光棍。说到这里，庞北故意说的含糊，但赵长河听明白了。庞北的话，这是把李牧往死里逼。昨天在树林里发现尸体，今天他就带着人过来抢鱼。钝器、锐器还有光棍，前两个凶器对上了，后面身份对上了，还在必经之路上活动，不抓他们能抓谁？把李牧带走。庞北笑着看了一眼李牧，接着他直接把鱼装好就走了。我说小刘，你怎么看这件事？无懈可击，你说不出来什么毛病，而且力度恰到好处，我们还不能不给他当刀。毕竟这件事要不查的话，出了问题我们要担责任的。查，那就成了他的刀了。你说打猎的心眼儿都这么多吗？我怎么感觉他这就像是一头野兽，清除掉领地里对他所有带有威胁的存在。我是觉得他就是这么个意思，但好在的是他并没有用极端的手段，也许是没有人逼他罢了。一旦有人逼他，恐怕这个猎人就要从名词变成动词了。在这山里基本上也没有人会逼他。再说了，他能遇到的危险除了猛兽就是罪犯，别说还挺适合的。对了，所长，我们要不要去老林地附近看看？看看也好。满载而归的庞北和母亲一起开心的在院子晒鱼，刚收拾完，院门外响起脚步声，接着就看到一个人冲了进来。小北呢？快点让他藏起来，山底下前进的那群王八蛋找上山来了。队长让我赶紧带着小北躲起来，这群王八蛋根本就不讲道理。咋的？还找咱们队里来了？他们抢东西让警察抓了，还有理了啊？你先别急，前进的孙红兵就特喵的不是个人揍的，这瘪犊子玩意儿护短，根本不讲理。没事儿，队长也不是吃素的，谁怕谁呀？你看着小北，别让他下山，我去看看情况。吕秀兰真的很气，这不是欺负人吗？吕小武看到吕青松起身往外走，他也跟着出去。吕海怎么逼？整座山都是你们的啊，咋这么狂呢？就你们队穷那逼德行，吃饭都难，哪来的勇气呢？还敢整个小笔崽子给我们下马威，你还能咋狂？我告诉你孙红兵，你少拿你那狗爪子指老子，信不信给你撅了？王主任就在一旁默不作声，摆谱坐着。两个人眼看着要打起来，王主任惊得拍桌子怒吼：干什么？是不是当我不存在？王主任，你也看到了，他们太嚣张了，把我们人抓了还不给说法，到现在还不把人交出来。不管怎么说，人先叫来问问情况。王主任，不是我不配合你的工作，你说的人是赵所长点名要的人，现在他配合警方工作。至于要说法，我觉得您没一碗水端平。一碗水端平，吕队长，你这话里有话，是说我偏袒他们，针对你们。孙红兵，你个瘪犊子玩意，敢找我外甥麻烦，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家没人了？我尼玛的，孙大脑袋，孤儿寡母的你也欺负，你是当我们村里带把的都死了是吧？这下队部里面热闹了，吕小武一句孤儿寡母，还欺负人家孩子，这就像点燃的烈性炸药，这一下子算是炸开了。是爷们吗？都带把不？咱们老吕家的孩子被欺负了，你们就看着干他！别打了，都别冲动。哎，小武，你把暖壶放下，那玩意要花钱买的。哎，我告诉你吕二主，你敢打坏灯泡，我把你脑袋拧上去。就在大家打得如火如荼、如梦似幻的时候，突然传来一位老人的声音：都给我住手！干啥呢？不嫌丢人啊？三爷爷，您怎么出来了？我要是不出来，你不把队部的房顶给我掀了？我这不是管不住吗？都不听我的。
你要找的人是我们村的守山人，人也不是他抓的。你们要找麻烦就直说，我们奉陪。要是不想找麻烦，立即下山。你把那图害死了，这吕家寨不欢迎你。庞北是我们的新守山人，你要是敢动他，是会遭报应的。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是大队的治保主任，我也在公社的治安科上班。我说老同志，你这话说的很没水准啊！不管是哪儿，都得听指挥。哼，你要是想管这山里，就自己去山里走一圈。你要是能活着出来，都听你的。我告诉你，你这是藐视我！你们这是要干什么？想被人尊重，就做点人事。我是配合警察抓人，你这么着急给几个犯罪嫌疑人找场子，怎么？你们是同伙？你又是谁？你找我还不知道我是谁？是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不是你说的算的，你也没有这个权利做这些。我有没有资格？我们队长说的算，这里是我们管理的范畴。另外，王主任，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你是不是要给李牧开脱？庞北同志，现在是我在问你。我说王主任啊，您还真的有点嫌疑啊。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告诉你啊，我可是干部，你这是污蔑。我是不是污蔑？那都要讲证据的。我合理的推测，而且也是在配合你的工作呀。什么？你配合我工作？当然，你上山来干嘛的？王主任啊，你好好品品，我可不是在害你。你说李牧走不进山，稳不进山，偏偏出事了，他进山，山下没有人知道这山里面出事了。好人谁会在知道死了人的情况下还要进山啊？王主任吓得脸色有些惨白，要不是庞北说，他还真的没注意到。吕海都懵了，庞北能打猎，会治病，这口才还这么好，这小嘴巴巴的，说话都好像秀才似的。我就是找你了解一下情况，想看看李牧到底是咋回事，谁知道你们还误会了。王主任，大家伙都在这听着呢，用您说的那句话，不是你想说啥就是啥的。误会就是误会。孙宏斌算是看出来了，王主任不是庞北的对手，他也只是为了彰显自己的队长地位。要是忍了，队里面的人怎么看他？可问题是真的得罪了这种人，他要是稍微使坏，野猪下山，他就遭殃了。我告诉你，孙宏斌，你以后少来我们队瞎咋呼。我告诉你哈，你要是再来我们这儿撒酒疯，下次我给你塞粪坑里。孙队长，以后别总让人当枪使，让人卖了，你还帮人数钱呢。你这孩子，我啊就是心善，容易上头，没事儿以后来叔这边玩哈。孙宏斌退一步，看着好像丢脸了，但实际上呢，他三面埋好，不得罪庞北，不得罪吕海，还卖给王主任一个人情。大家散了之后，庞北正准备想走，突然发现了桌上的手电筒。你小子看上手电筒了？这可是公家的财产，不过你倒是也需要这玩意，拿着吧。队长，这行了，拿着吧，你在山上用得着这个。我家这算不算是有家用电器了？你个小犊子，没点正经，滚滚滚！队长，要不我晚上弄点野货回来，咱们在队部喝点。小北啊，你说真的呢？你要是弄，我回家拿酒去了啊。等我一下，我去就来。庞北拎着手电四处搜寻，等天黑了，他终于发现了一个野鸡窝。庞北悄悄地靠近，拿着手电直接照射野鸡，结果这些野鸡都不动了。庞北一顿猛如虎的操作，抓到了3只野鸡，只可惜这只大花尾巴公鸡少了仨老婆。鸡哥，借你老婆一用，嘿嘿。说完，庞北提着3只野鸡，笑着往家走。到了家门口，庞北看到母亲正在等他。怎么样了？他们没把你咋样吧？娘，没事了，队长可护着我了，他们也没把我咋样。我想着得回报一下，一会儿我带着鸡跟队长和副队长在那边吃，这个给你。你又去打猎了？你这孩子，天这么黑，你还敢进山？庞北嘿嘿坏笑，他从腰间把手电筒抽出来。队长给的，有了这个，晚上抓野鸡都不用费劲。你个臭小子，拿手电筒照野鸡啊？这不是偷鸡的才这么干嘛？你说是不是偷过？不然你咋知道的？没干过几次。那也不行，我告诉你啊，在村里可不行这么干啊。当然了，娘，我这想吃啥，自己上山研究去，犯不着。好了，去吧，别让队长他们等急了。你小子啊，把山里面当自己家了哈，说抓就抓来啊。我就这点手艺。哎，队长，今天赵所他们不来村子了吗？是啊，赵所他们咋这个点都没过来？估计是去山下了吧？管他呢，人家调查案子，咱们也别瞎凑热闹。队长，不好了，有一个警察同志浑身是血的，在我家门前昏倒了。你说啥？人在哪儿呢？吕二顺把他抬到屋子里去了，伤得很重，不知道咋回事。走，去看看。队长，咋还要我去啊？废话，咱们吕家寨懂医术的就你一个，快点吧。咋回事？队长，你可算是来了，我在村口巡逻的时候发现的他，你看看这伤的，我看要不行了。庞北凑上前，看到炕上躺着一个人，这伤口很复杂啊，这咋整？看我干啥？马上找绷带，有止血药吗？还有烈酒，另外给我找针线。你要干啥？救人啊！看他死啊！快，
二顺，按照小北说的做。庞北是学过战地急救的，一方冲刺庞北已经满头大汗，伤口很深，而且类型不同，创伤、撕裂伤还有刀伤。什么刀伤？你确定？后背上的那个很长的就是刀伤，手臂上的是咬伤。他遇到的事情有点多，我觉得赵所他们遇到麻烦了。吕二顺，马上叫民兵队跟着庞北进山。队长，咱们进山，这黑灯瞎火的，咱们进山，而且咱们民兵队就那么几个人。队长，我二顺叔说的没错，不能贸然进山，我自己去就好了，不然很麻烦。叫八舅，什么二顺叔？你自己去，你当你是神仙啊？警察都出事了，还不知道啥情况呢？队长，我在崔三清身上还有一个缴获没上报，我有望远镜，而且我可以潜伏不露面的。我自己的话更加灵活，可以确定是不是要出手。民兵的话可以等我消息。我跟你去吧，队长，你把猎枪借给俺用一下，我们俩去，你放心了吧？你们俩。队长，他醒了。同志，你坚持一下，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老虎，还有土匪窝、人贩子、熊。你听懂了？他们进老林地了。啥？老林地？队长，老虎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吗？土匪窝，那崔三金带着知青往哪走来着？你不记得吗？要说熊，我猜他们误闯山洞，遇到熊了。冬眠的熊要是被惊醒，可是相当危险的。他这伤怕是就这么回事。你看我这脑子坏了，这下真的坏了。他们凶多吉少，救他们，快！我跟你们一起去。赵小田，你去队部，让副队长他们立即打电话联系上报，想尽一切办法上报。好，我知道了，我这就去。咋了，小北？你不是去找队长喝酒了吗？怎么还带上枪了？娘，出大事了！警察在山里遭到袭击，有个警察同志负了重伤跑到村里求援，我们必须要去救人。啥？放心吧，娘，我没事儿的。你儿子命大。再说了，我也不是送死去，先去看看情况。队长他们也都去，不止我一个。眼下别说咱们生产队，附近方圆百里，谁也没我的装备好。那你答应娘，一定要回来啊！放心吧，估计明天早上我就回来了。娘，你放心，我知道轻重的。我说胡三太奶，您老人家是打算在显灵吗？你还是留在家里，帮我照顾我妈和小倩，回来我给你打野味吃。小北，胡三太奶熟悉附近的地形，你还是带上她吧，也许能帮到你呢。行吧，那你跟上。队长，这小北是通灵啊，还是咋的？这胡三太奶咋还能给他带路呢？你别在这胡咧咧，一会儿再让胡三太奶怪罪。队长，你没近身武器，光靠单管喷子不行，你先用我的。别看这玩意短，锋利着呢。用不着你小子介绍，这玩意我小时候就用过。你姥爷一共6根，你手里这个当年可是猎到了熊的哦。那正好，一会儿你先上，你看我这小体格子也不行啊。你个小瘪犊子，还真不是人。没事儿，一会儿八舅先上，小北你看情况，不行就跑，听到没有？你八舅说的没错，你小子给我记住了，真的遇到了大麻烦，你不许逞英雄，到时候我俩顶住，你给我跑回去，不许回头，知道不？听你们的。虽然嘴上是这么说，但庞北心中也下了决定，不管怎样都要保住他们的命。队长，过了前面的小山头，咱们就到老林地那片了。喝一口，暖暖身子。喝一口。不喝了，我肚子有点疼。队长，我想拉屎。你小子，快去，小心点，别把你的玩意冻掉了。嘿嘿，没事儿，我搓搓还能用。庞北估计是自己吃啥吃坏了，他在雪地里找个地方，这露出屁股就感觉到一阵阵的反应，后面好像有东西盯着自己一样。这时候妲己过来了，他的神情不对，而且嘴巴里还发出呜呜的动静。庞北一怔，他回过头，发现身后竟然有一头老虎，这距离老虎抬起爪子就能干到自己。而这时候庞北肚子还不争气，转念一想，庞北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宗的决定，他默默地撅起屁股对准了老虎，然后用全身的力气。老虎是做梦都没想到，今天先是看到一个大白屁股，随后就是天女散花，这是他这辈子的虎生污点。庞北发现老虎没反应，也就是短短的1秒钟时间，庞北快速地抽出快慢机，3发子弹。小北，小北，
你打死了老虎，你真的打到了老虎。卧槽了，小北你真的是神了，老虎都让你弄死了。是啊，虽然这老虎岁数大了点，但好歹也是虎啊。队长，这头老虎好像是之前被其他猛兽伤到了，咱们才能在这么近的距离上活下来。你看这伤口，这跟那个同志身上的伤好像啊。就算是我们不打死他，他怕是也活不了多久了。这么重的伤，他的行动肯定不方便，再加上马上最冷的日子就到了，他活不了几天的。我这只能算是捡漏了。接着三人将老虎拖到一旁，用血埋上。在庞北做好记号之后，三人继续向山下走。就是庞北走路的姿势不太正常，想要笑就笑出来吧。我说小北，你刚才射出去那么多，咋的？还拉裤兜子里面了？刚才用劲过猛，有点疼，不行啊。再说了，多冷你们不知道啊，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冻裂了。吕海和吕二顺相视一眼，接着二人都捧腹大笑。庞北干脆不搭理他们，接着气呼呼地往前走。怎么样？能确定是去哪儿了吗？应该是这边。赵所长应该是推断出崔三金的老巢就在林子里，所以应该是进去搜索了。这一带都是林地，但这个方向我推断是有山洞的。赵所他们怕是进错了山洞，惹到了正在冬眠的熊，这遇到了危险。带你小子出来就对了，这要是没有你，我们还真的是跟无头苍蝇一样找了。那就沿着林地边缘，我们直接上山坡找，看看能不能找到。队长，我认为崔三金的老窝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有3处，一是山顶后面的反斜面，那边树木茂密，又拥有反斜面，而且反斜面那一侧并不是悬崖，坡度虽然有些陡峭，但并不是上不去人的。要是能够直接找到人，咱们绕路带他们回去，但要是遇到危险，咱们仨也不够熊瞎子塞牙缝儿的。这么冷，狗熊也不会满街瞎溜达。我担心的是这山里面的那伙土匪，而且我怀疑这些混蛋多半是有什么渠道能搞到武器，毕竟他们不只是有38大盖，我还找到了王八盒子，而且子弹都带着纸包，这意味着他们用的都是鬼子原装进口的子弹。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吗？你的意思是说，这些人找到了鬼子的军火库？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毕竟事情在水落石出之前，一切皆有可能。可问题是，咱们这附近一直没听说过有鬼子的军火库，甚至炮楼都没有。这个需要我们找到他们的藏身地才能确定。而且谁说军火库就一定要在这里？别的地方也一样的，只要能通过山林安全穿越，不被警察发现就可以了。小北说的地方应该就是3道沟的那个老牛岭，前面就是4道沟，咱们从沟底穿进去，绕小路走，能上山，正好就能看到老牛岭背面的南坡。小北，咱们在山上你能观察到周边的环境不？能看得大概，我有望远镜。这么冷的天，他们再怎么藏也得生火，只要有火光，一般都能找到目标，这并不难。你小子这手上的家伙帅都不差啊，望远镜也有啊。那还在这里废啥话？快走吧，早点把人找到，咱们早点安心。几人在吕二顺带领下抄近路至山顶，庞北趴在雪窝里举着望远镜，观察到对面山洞前有微弱的火光。有火光，不过应该不是赵所。根据赵所他们现在的处境，绝对不会生火取暖。庞北话音刚落，山谷突然传来了吕海和吕二顺原本脸上的笑容也都僵硬了。不好，赵所他们有危险，快！二顺叔，叫什么叔？叫八舅。八舅，你一会用手电打灯语通知赵所他们躲避。队长，这个给你，我去勾引他，我找到安全地点，我就对你用手电闪3下，你就用手雷引发雪崩，咱们埋了他。好，那你小心。庞北迅速地向山下跑去，在靠近时，庞北听到了枪声和熊的吼叫声，立即确定了赵所的位置。赵所长，我是庞北。小北，你个小王八羔子，谁让你来的？不想活了？赵所，你要是有手电筒，一会儿我把狗熊引走，你对山上闪3下手电筒，然后你们尽可能往高处爬。你要干啥呀？你别管了，我有办法，你注意安全。我这就开始了。胡三太奶，你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躲。你别胡来，快回来！当家的，你说这群警察能活下来吗？活？凭什么？就凭他们手里面的破枪？想什么呢？敢动我的财路，还想活着？哼！坏了，这不对劲儿，这狗熊的声音咋这么大？队长，我记得小时候师傅说过，这山里面好像是有人熊的，该不会是那玩意吧？可能吗？吕海这么一问，吕二顺和吕海都沉默了。这特么到底是什么妖魔鬼怪？小北，你个瘪犊子，你这不是作死吗？所长，山上有人发信号，让我们躲起来。庞北边跑边向人熊开枪，被气得发疯，全力大吼，闷响如炸雷，血从断崖裂开，雪崩了！快跑，快！积雪顷刻间覆盖山谷，把土匪和熊都埋了进去。小北，队长，现在下面还不能下去，可能还会有雪崩。不行，小北要出事了，我回去怎么跟蓝妹子交代？队长，我在这儿呢。小北，你那边怎么样？没事吧？没受伤吧？好着呢，
毫发无伤。你个小瘪犊子，还跟我拽词！哎呦我操，有点丢人啊！庞北正想发脱身，忽然不远处积雪一动，硕大熊头乍现，他顿时傻眼。恰在此时，山上一声虎啸震耳欲聋，人熊受惊，放弃攻击庞北，转身逃窜。这老虎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庞北满心疑惑，妲己却突然狂奔至他身前，朝庞北示意。庞北赶忙跟上，一人一壶刚藏好，在雪地里微微露头，就见不远处正相互对峙，人熊便行事不利，脱身便跑，老虎紧追不舍。卧槽，妲己，你该不会真的是个狐狸精吧？你还真是我的福星，回去我给你弄好吃的。小北，你没事吧？队长，我没事儿。胡三太奶太神了，他把老虎给招来了。咱们去看看赵所他们咋样了吧？你小子到底是什么运气啊？胡三太奶都护着你小子。这玩意的存在谁也不许说，听到没有？你这以后上山真的遇到了人熊，这玩意或许能救命。走吧，去看看赵所他们。这次多亏你们了，要不是你们，我们怕是就要全留在这儿了。赵所，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咱们先撤回去再说。所长，那些人怎么办？就当他们都被老虎吃了。土匪啊，手里面总是有点东西的，是找到吃的还是找到钱，那都是运气，你说对不？放心吧，赵所，我要是能找到尸体，就都给您送去。好了，回去吧。那边不还有一头虎吗？小北，你收拾完给我跟虎骨呗，我泡酒。我听说那玩意壮阳啊。小北，起来没有啊？队长，赵所，你们咋来了？庞北，从今天起，你就是青龙沟派出所特聘巡山队员，日常负责巡山，留意异常动静，防火、盗伐及偷猎情况。月薪10块，虽不多，也能帮衬你。10块钱，不少啦。看把你小子乐的，就这俩子儿，把你小子乐成这样子。小北，以后这山上和村里的安全就都归你管了。开春我和大伙商量，给你重新盖房。娶媳妇总不能还跟娘住一屋，你娘乐意，媳妇也不乐意。叔，赵所进屋坐坐吧，正好我这有虎肉汤，一起喝点。虎肉汤，那我可得尝尝。对了，赵所，那孩子的事儿，你们查得咋样了？多亏你上报，那孩子不是被弃养的，是他三江偷的。幸福村的黄大牙是内应，帮着他三江拐卖儿童，已经落网了。真是作孽啊！你没见那孩子爹妈哭得揪心，我看着都难受。不提了，小北，你小心点。他三江和崔三金不是一伙的，他俩还不对付。崔三金还有个结拜大哥，好像是在黑市上活动，是谁我们还不确定，你可得小心点。不过你也不用担心，山里面的都对应上了，你小子立功了，让你清理的那叫个干净。等着我给你上报吧。赵所，嘿嘿，赵叔，您能不能把功劳收着？我就全当是积极分子，行不？为啥？我才多大？就立这功，以后有危险事不得都让我上啊！我还没结婚生子呢。合着你小子啊，就惦记这点事儿是吧？对了，小北，山里那等我们走了，你再去打扫，要是发现情报，记得通知我们。余下东西收好，别露出来。懂。行了，这虎肉汤也喝了，我撤了，还有一堆事儿呢。你以后小心点，别瞎折腾，小命要紧，听到没？知道了。好家伙，这么多雪砸下来，我就不信还有人能活。哟，桌椅、被褥、生活用具还挺全。这被褥就算了，别人用过的，脏。桌椅倒能挑挑。这么多人才带300多发子弹，这也太少了吧？镜面匣子没有我的快慢机好，不过队长缺枪，回头可以送给他。卧槽，38大概的刺刀，还挺顺手，好东西啊！鬼子军事地形图，还有个军火库，当年打仗就吃这亏，这地方得去瞅瞅。打扫完战场，庞北的收获也不小，3袋粮食、一些皮草，还有就是大概100多块钱，外加上子弹和刺刀，另外还有就是工具和一套桌椅和1桶煤油。庞北带着一兵排东西回来，这都已经是快天黑了。母亲听到开门声，他一出来就懵了。小北，你这是下山了？没有，赵所给咱们的战利品，这些都是土匪的，他们被打死了。赵所让我偷摸的去拿回来，说咱们用得上。这不会出事吧？不会的，只要咱们不出去说，不会有人知道的。对了，娘，还有这个，你也收着吧。那些土匪的钱啊，这么多。我儿子出息了，有这钱给你娶媳妇就够了。吕秀兰把钱小心翼翼的藏好。庞北吃完饭累得不行，倒头就睡。这一天下来，他着实累坏了。第二天下午，庞北就带着虎骨、虎
边偷偷的来到了黑市。哎呦，小猎人来了，这次带来啥玩意？给我长长眼。老爷子，这个不能见光。见不得光。跟我来。小子，你胆儿不小啊，大猫你也敢碰啊？这不是遇到了吗？我不打死他，他就吃了我。再加上要过年了，也想弄点钱，再买点东西。打开给我看看。庞北解开麻袋，这一麻袋里面不只是老虎的虎骨，还有虎牙、虎肉、虎鞭，另外还有狼皮、野猪皮等等。这个我都要了，给你这个数。500。数一数。我还能信不过您？我老爷一直在您这儿，要是您儿子在这儿，我就数了。但您，我数那是不进，多了我不给您退，少了我就当是自己丢了。你小子还真的是个滑头。对了，你说要买东西，打算买点什么？我给你自己人的价格。老爷子，我在山上，家里没有一些应急的药，您这有吗？军医同款的药箱子，这个弄来也相当不容易。别人要50，给你30。多谢了，这个我是真的有大用。对了，小子，我倒是有一件事想托你帮我办一下。托我干啥啊？帮我搞一个熊胆，有重信。着急用。尽快，越早越好。这药有人等着用。这个可以试试。熊这玩意，我得找，毕竟这几天大雪封山，您是知道的。你要是能在年前把熊胆弄来，你老爷可以进城治病，而且也能给你安排工作进城。我只要能给我娘安排工作，让她能退休，有地方住，只要答应这些，我7天内把人熊的熊胆给你送来。你说真的？我说的，只要我娘和我妹子能进城，这人熊胆我7天内就给你拿来。你要是能搞来人熊胆住所安排、工作安排，甚至你妹子上学都能给你安排。等这个药的人很急也很重要。懂。不过抓人熊我还需要一些东西，光靠枪我没把握。想要搞点什么？这个。哈哈，我果然没看错人，你小子是个狠角色。你等下，送你了。老爷子，我最后一个问题。讲。东西我拿来的话，什么时候我能得到您说的承诺？最晚10月，最早4月，工作就能下来，住所可以临时安排，将来会给你们一个稳定的住所。儿子回来了，咋样？娘，这是卖掉的钱。咋这么多钱？老虎啊，当然不便宜了。娘，我还有一件事想要跟你好好商量一下。咋了？这么正式？接到一个活儿，如果做成了，对方答应送你进城，安排在厂区上班，还有住处。小倩可以在城里上学，老爷的腿也能进医院治疗。让你干啥去？搞熊胆。不行，这绝对不行。儿啊，娘可以没有荣华富贵，娘也不要进城，娘只要有你，有小倩，你们能好好活着就够了啊。娘，我是有把握的，我不会拿自己的命开玩笑。而且，娘，如果老爷能进城治病，您也算是能尽孝，不是吗？是不是我同不同意，你都要去？小北，你要是死了，娘也就不活了，你给我记住了。庞北知道他这么打猎，早晚是会被人盯上的，但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谁能把他打样？庞北天不亮就悄悄地带着妲己走在积雪很深的林地里，行动比想的要难很多。老天爷，你咋还跟我作对？这雪下的路更难走。我说妲己，这次是我对不住你，这大雪天把你带出来。妲己没搭理庞北，而是鼻子一直在闻，好像是发现了什么一样。啥情况？就在这时候，妲己突然发出呜呜的声音，那声音很低也很累。庞北跟着妲己走大概能有10几分钟，庞北惊讶地发现这家伙竟然把他带到了一个山洞外。这不会是人熊住的洞吧？贸然进去，那不是送外卖吗？哎，你干嘛去？卧槽，妲己你把我带熊窝来了。我擦嘞！卧槽，老虎这么猛吗？难怪我们大队叫猛虎特战大队呢，原来这么猛的。洞外一虎一熊为爱厮杀，洞内一人一狐2个罪魁祸首在山洞里吃瓜看热闹。熊哥，生日快乐！庞北是怎么都没想到，自己竟然打了一个从来没见过。这要是再等20几年之后，他就得妥妥的把牢底坐穿。我说，你这胡麦关系有点硬啊！妲己贼溜溜的左右看看，接着绕着老虎走了一圈。庞北好奇啥情况，也走了过去。当他看到老虎的时候，庞北懵了。卧槽，这是母老虎啊？咋的？这是你闺蜜？妲己歪过头，那眼神就好像是在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母老虎是在驱赶人熊，和那只独眼公虎一起滚出去，它好生小老虎。不会这么倒霉吧？就在这个时候，妲己抬起头，接着就在庞北的面前显灵了。嗷呜！庞北人都看傻了。妲己，你是这外国语学院毕业的是咋的？外语咋会这么多呢？妲己学完，狼叫声没有了。显然这货是报了假消息，蒙混过去了。终于算是在第3天晚上的时候，庞北终于回来了。
吕秀兰站在门前，一面擦着眼泪，一面举着灯。小北，娘，我在这儿呢，来帮一把。小北，我的儿啊，你没事吧？伤到哪儿了？我伤啥啊？胡三太奶显灵，娘，我跟你说，他太厉害了，我都没动手。胡三太奶叫来了东北虎跟人熊打，我捡漏啊。胡三太奶，弟子李秀兰愿意一辈子给您上香，愿意供养您，多谢您的大恩大德。娘，你这是干啥啊？胡三太奶都是咱们自己人，而且这事儿也得多谢队长啊。要是没队长给我的手雷，我哪能搞定呢？这怎么还有一头虎啊？哦，上一头虎的老伴儿，他跟狗熊打起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就这么大的脾气，不死不休的。但他打不过人熊就死了，我帮他报个仇。娘，咱们先回家，外面太冷了，我想喝点肉汤了。快回家，娘给你做。娘，我明天就把熊胆送过去，到时候你和小倩就能有好日子过了。那你呢？不跟娘和小倩去城里？我在这边上班啊，这样咱家两个都上班，我在山里能赚大钱。要是城里你过得不舒服，就来山里找我。再说了，娘，我现在进城用不了多久，我准备下乡当知青，你信不信？可是娘想你咋办？我要是闲着没事了，我就去看您去，或者你们有功夫就来看我啊。城里吃肉难了点，想吃野味了就来找我呗。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撵走，好不用娶媳妇啊？娘不在你身边，天高皇帝远的，你想让娘安心的去城里野中，但必须娶媳妇。我看不到儿媳妇，我不进城。我擦，老娘这是中了心魔了呀！娘啊，这个不是我不想找，总得找个合适的吧。再说了，这也不是跟我打猎似的，进山我抓一个回来。你要是抓一个回来能过日子，那也行。老婆这件事，庞北是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再说了，这事儿哪是能随便找的？一脑门子官司的庞北带着熊胆找到了老高头，当老人看到庞北的时候都懵了。你是妖精变的吗？怎么又打来老虎了？打人熊的时候，这家伙也在，就顺道一起带回来了。也不是我打的，这是人熊弄死的。熊胆的话我会送过去，熊掌我也可以帮你卖掉，但钱的话，这个我可付不起。这次我可以全额给你，卖多少都行。小子，你怎么看着不高兴的样子？遇到点问题，我娘逼着我娶媳妇。可老爷子，媳妇是那么好找的吗？你一定想说要自己找，然后自由恋爱是吧？难道不应该吗？小北，你确定要娶媳妇是吧？想找个啥样的？至少脾气对得上，能好好过日子，再就是能有点共同话题。这样，你等我一下。庞北疑惑地看着老高头，他吃惊地看着老高头走出去，也不知道他想要干啥。过了好一会儿，庞北都想着要不要回家了，结果老高头这个时候回来了。进来吧。咋了这是？这姑娘是？她叫奥蕾，这几天才去你们村子找她未婚夫的。未婚夫？她才多大？话说她是谁的媳妇？她未婚夫你应该听说过才对，因为他是你之前的那个守山人，死了。现在他从山里出来，好不容易才走到这里，眼下没地方去了。我看你俩合适，他也会打猎，也会刺绣、收拾家、做饭。只不过村子遭灾了，家里的人也没了，没办法就出来找未婚夫。就是山里面的那个达斡尔部族村落，出啥事了？遇到了山神发怒，屠杀了我们的村落。那时候我出去找灵犀，结果回来大家都……他也没地方去了。要是跟普通人，说不准要受苦，你带回去吧，娶她做老婆，给她口饭吃，给她一块地方住就行了。儿子回来了，娘看看。你个王八犊子，你还真给我去买媳妇去了，看我不打死你！娘，别打，你听我解释。闺女，你是不是这王八犊子抓来的？我是自己愿意的。好闺女，快进屋坐。婆婆，我可以做家务的，您别不要我，我已经没地方去了。别难过，孩子，你就是不嫁给我家庞北，你给娘当闺女，娘不会丢掉你的。灵犀，真的是你吗？你认识他？这狐狸是你的？灵犀是我们的守护神，经常巡视山林，保护这片山。到了冬天，他就会回到我们部族。好家伙，大兴安岭街六字辈。好闺女，娘认你这个儿媳妇，你放心，他要是敢欺负你，娘替你打断他的狗腿。天不早了，闺女你就睡着，小北你去跟大强、二强挤挤。小北，开门。听说你娶媳妇了，大家都说你领回来个姑娘。队长别乱说，我还不到岁数。没事，请大家伙吃顿饭，我给你做个见证，等你到岁数了领证就是了。队长，农场来人了，肖正国跟赵长河一起来的。啥情况？他亲自来了。肖正国，这名字好熟悉啊！哎卧槽，那不是厂长吗？小北，队长找你，农场那边出事了，请你过去呢。咋回事？队长那边啥情况？农场的羊丢了，100多只。那就去找呗，干嘛跑咱这？
我听队长他们说是农场的巡逻员干的，他喜欢饲养员，人家不同意，他就故意的把羊给放跑了，然后被巡逻员发现了，他还开枪打伤了人家。怎么叫我过去处理这件事？小北，你正好来了，快坐。你就是庞北同志，长河和吕队长可是没少夸你，还真的是英雄出少年。小北是这样的，农场丢了100只羊，偷羊的是个知青，还是个会用枪的高手，家里是部队大院的，我们不好动手。可对方要是有枪咋办？现在下乡的大多是干部子弟，我要跟他对上，开枪还是不开？打死了咋算？毕竟普通人想下乡可难了，他们是来接受工农再教育的。你放心，就他干的这些事，抓到了也是枪毙。赵所，咱还是亲戚呢，你这不是让我干脏活吗？我是打猎的不假，但我可不杀人呢。小北，我懂你顾虑啥，羊肯定是进山区了，那边野兽多，巡逻员都不敢去，说没经验，主要是枪法不行。但你不一样，你枪法出神入化，没你帮忙，农场损失就大了。庞北，农场这片山区一直缺固定承包人管理，要是你能接手，我就任命你当山区管理员。山里资源你可以自用，但不许大规模买卖。你负责山区治安、巡逻等全面管理。若你同意，每年让民兵连拨枪支弹药支持你。我有啊，我有赵所支援给我的38大盖。我手里有一把不一样的大巴力，带镜子的。卧槽 ，M1加兰德，那可是好玩意，那是半自动啊。枪上面还有镜子，我咋没见过呢？上钩了，这镜子可神了，跟望远镜一样。你要是同意，我现在就可以给你，而且还给你拨子弹，只要你把羊找回来，把人抓到。那啥时候能给我？对了，俺的枪得带刺刀才行。行，给你带刺刀的。那我去拿枪，我这人讲信用，咱这就走。不用了，你过去，我先把枪给你，你直接用那把枪打就是了。不行，38大盖俺用的顺手，新枪还要适应，搏命的话还是用老枪好。现在就咱们几个，接下来的话你们不要到外面说去。你说吧，老校，小北这孩子嘴特别严。庞北同志，他打死的是本地知青，势力很大，我接到的暗令是复仇，得找个没背景的愣头青办这事。我知道这对你有点影响，但不大，就算有事，麻烦也落不到你头上，你放心。为啥是我？因为只有你杀过人。你以为我一个人就能给你兜底？没老肖，你小子就别想了。小北，你有胆量又正直，你发现的那孩子是农场职工的亲戚，谢了。这事我给你压下了，让你去杀人太残忍了，可眼下实在没别的人选了。你们这不是军转民吗？好多都是伤病，要么调回原籍了，要么就是病退了，留下来都是家属子女顶替的位置在工作。被骚扰的那个饲养员，其实就是我闺女肖芳芳。那这小子还敢？他不仅敢，还做了畜生不如的事情。这小子不知哪学的狙击术，后来的小年轻又都是民兵，只会放枪也没个准头。老赵说你枪法奇准，如今农场里只有你能杀掉他。好了，走，咱们先吃饭，不管咋样都得先吃顿好的。小北啊，你今天晚上先休息，明天一早咱们进山可好？厂长，你要是犯了事儿，你白天出来吗？那庞北同志的意思是晚上进山。行，你们先去坐一会儿，我这就叫人过来。小北，你是不是怪叔带着你陷入麻烦？我知道，叔，你是为了我好，你是给我机会弄一把好用的枪，还有就是你担心我被人盯上，眼红嫉妒，给我一个躲灾的地方，对吧？你小子别看年纪小，这心眼子多得很，还真的让你看明白了。对了，老高头，你少接触。老高头背景复杂，不是能深交的人，你多留意。你家小媳妇的未婚夫，那个达沃尔小伙，就是被他害死的。不是王主任吗？王主任立功心切，但不至于故意害人，出人命对他没好处。孟纳信打猎出名，与老高头有牵扯。出事前，他去见了老高头，不知谈了啥。第二天，孟纳信冒失进山杀狼王，在被发现时，尸体都被掏空了。我知道了，您放心好了。快来人，厂长中枪了。小北有把握吗？小垃圾而已。操，这哪个傻子给弄中了？你这小孩在哪拿的枪？你不要命了？你谁家的孩子在哪偷的枪？他是吕家寨守山猎人庞北。守山人？就他？这吕家寨是没有人了吗？让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崽子当守山人？要不是你，今天我都能回家了。老赵，这小子啥毛病？你小子啊，你就是嘚瑟，这特喵的煮熟的鸭子都让你放走了。啥玩意？老赵，你是不是有啥大病？要不看看去，明明是我救了那小子。你太自以为是了，人家庞北是能打虎的，吕家寨后山的狼王都让他打死了，你知道个屁！你就吹吧你，他能打死老虎，我吃屎！你给我等着！怎么样，对方什么情况？中弹了，应该是受了伤，跑不远。叔，你去处理现场，我去追他。你自己能行吗？要抓他，我一个人难；要杀他，简单。
人呢？不是打着了吗？不是很牛吗？我看你也不行啊。我告诉你，王红旗，你要是耽误正事儿，让人跑了，造成更大伤亡，这事儿你负责。凭啥啊？你带来的人没抓到人，赖我头上。这是找个借口跑了呗。小小年纪吹牛逼倒是挺在行。庞北一路沿着血迹追踪，显然这个人就是个半吊子，逃跑都不会隐藏血迹。何强见自己摆脱不了庞北，就故意跑到了农场小学。你要干什么？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别动我学生。老师，少废话，跟我走。何强知道现在只能靠人质来逃脱了，而此时何强不知道的是，庞北已经到了他的面前。庞北之所以没动手，是因为他需要这家伙自己回到他的藏身地点。庞北悄悄跟随，他必须要在民兵追上之前下手，不然的话人一多，这货本来也没啥经验，一激动把人质杀了，那就完犊子了。特喵的，追上来没有？你有本事来啊！老子在这儿，这里就是老子的地盘，你能抓到老子？这是活够了，还你的地盘，想啥呢，兄弟？出来啊，出来！信不信老子毙了这娘们儿？老师，老师！特喵的竟然没追上来，本来想着引他进入我的地盘，让他知道谁是爹。既然没引来，你这小杂种也没用。你出来，不出来的话，我就把这小杂种打死。你不是很牛逼吗？你有本事在我宰了他之前，把我给弄死啊！何强第一次见到这情况，没有吵闹声，没有喊话声，只有寂静的树林在向他开枪，每一棵树，每一块石头，在这一刻都是他的敌人。屠戮手无寸铁的妇孺，你很有成就感。没啥好说的，狙击手，你的本事不错，我死在你手里不冤。开枪打死我吧，狙击手死在对手的枪下不冤。狙击手，你也配？庞北走向小男孩和女教师，仔细看了一下，女教师只是肩膀中弹，虽然伤得不轻，但还活着。庞北从怀里拿出一个口袋，接着将云南白药拿出来给教师处理了一下。我送你和老师在仓库里等着，我去叫人过来接你们，别乱跑。庞北抱起女教师，将她带进仓库，发现地上有羊骨头和血，再绕到后院，果不其然，这后面是何强早就偷偷弄的围栏，里面都是山羊。庞北又走向何强，捡起地上的枪，接着又检查了一下尸体，在车盒里找到了一本带血的书，上面还用英文写着霍华德·塞尼尔斯。跟谁学不好？这货都死在战场上了，你跟他学。小北，人呢？追丢了。厂长呢？在卫生所了，你找他干啥？山上木材仓库有老师受伤。老赵，你这所谓的高手也不行啊，跟丢了吧？立即出发，目标山上木材仓库，跑步前进。人抓到了没有？人在哪儿？山上木材仓库，还有个女教师，属于倒霉，遭殃了，但人没死，还有小男孩都安置了。另外，山羊找到了，吃了几头，余下的都还在。枪在我办公室里，现在正好没人，这是钥匙，你拿着，记得包好。嘿嘿，子弹呢？等驴还给你取，你在这儿拿叫什么山？那厂长您就先休息，我先回去睡觉了。哎，你小子生晚了，你特喵的早生些年，老子带你去38线浪一圈去，说不准老子还能借你的光立个大功呢。这是那小子干的。38大概的刺刀所为，你说呢？这何强的耳朵好像是被枪打掉的，肩膀一枪，头皮也是被枪打伤的。天这么黑，他枪法这么好，干嘛要用刺刀？哼！赵所发现了一个女教师受了枪伤，另外还有一个小孩。小刘，何强身上发现子弹了没有？就枪里面还有2发，身上被人检查过，钱还有粮票还有子弹都没了。还真特喵的严谨，是整得跟真的一样。所长，您的意思是？检查尸体，看看死因，准备上报。另外贴协查通告，准备近期搜山排查一下，抓捕凶犯。抓捕凶犯。哦，明白了。这种人千万别让他出山，他出山那危险性可是太大了。哎，庞北，你这么早就起来锻炼？刘警官，你起的也不晚啊。怎么，你们警察也要早起拉练啊？拉练？什么拉练？你早上起来都练一些什么呀？跑步呗，干守山人的，长跑那是吃饭的本钱。我姥爷说的，一天翻不了几座山，那就老老实实的在家待着。倒也是，话说庞北，我听说你娶媳妇了，真的呀？庞北愣了下，立即想起赵长河说介绍刘佳琪给自己当对象，但刘佳琪一来是比自己大，当然这个庞北倒是没问题，关键是这娘们儿不像好人啊。你该不会是真以为我要跟你谈对象吧？你才多大啊？弟弟想啥呢？想多了呗。
行了，所长准备放协查通告，你最近小心，山上有坏人，昨天何强死了。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按着这个剧本说，别出去瞎咧咧。明白，刘警官，我会加强警戒，保护生产队各位同志们的安全。行了行了，你去吃早饭吧。对了，帮我占个座，我弄了点好吃的，咱们一起吃。得嘞。酸黄瓜，我的天，佳琪姐，这是你从哪弄的？自己腌的呗。话说你叫我姐，跟我套近乎啊？哪有？说起来，咱们是同志部，我也是赵所任命的巡逻员，对不对？你比我大，我叫你姐有问题吗？没问题，那以后就这么叫。这个你自己留着吧，你这么瘦，肯定是营养不良。我在山上天天吃肉，想吃点青菜，都想得魔怔了。你在山上还找不到野菜啊？大姐，冬天你让我找野菜，你咋不让我上天呢？调戏你姐，找打。对了，我用回我原来的名字了，刘佳琪是我出来工作用的假名，我本名叫林红霞。杀！庞北差点蹦起来，林红霞，这不是他前世大姑奶奶的名字吗？还好没结婚，这特喵的要是谈对象了，庞北感觉自己会遭雷劈。那霞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还有个小弟弟，今年7、8岁的样子，家里出了事情，为了他的安全，已经过继给我小姨和小姨夫带去南方了。这就是林国明了，自己前世的亲爷爷。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行了，跟个小大人似的，吃饭吧，等一会儿回去，所长让我送你回村子，我要在你们村住几天。在我们村？咋了？我们那出啥事了？你上次跟所长说的那些话，他听进去了。李牧虽然没招，但你的舅爷他们快招了，你们李家寨有他们的人，如果所里面安排男的去，怕他们无法露出马脚。但如果说是我的话，他们会放松警惕。不过所长说那边有你在，我很安全，没啥问题，你会保护我的，对吧？我特喵的敢让你出事吗？放心吧，霞姐，你负责浪，我负责砍，你让我弄谁，我就弄谁，谁让你是我霞姐呢？话说你把何强宰了，看你挺淡定的。其实也做噩梦，但说实话，一想起他竟然想用那小男孩的命来逼我出来，还枪杀那个女老师，我真的觉得我杀的对。这话就跟我说说，不要跟任何人说，回生产队也不要说，烂肚子里面就行了。对了，小北，关于那个案子，你应该是去过老高头那边，你们之间聊天，肯定戒备心要比我的话少许多。有没有提到过人贩子的事情？霞姐，说实话，我怀疑他们在山里面的某个地方有据点，嫌疑最大的就是那个原来的土匪窝，那边实在是太容易改造，而且周围都是猛兽，虽然进去很难，但他们如果建起高墙，藏在里面也应该。确实，你说的没错。但所里面的人手实在是不够，不然的话，霞姐，其实那地方我也想要，我早晚会被盯上，我天天吃肉，肯定有人眼红，我需要在山里面有一个秘密的安置点。这些人他们是坏人不？在山里他们死了，是不是很正常？你说啥胡话呢？很危险的。再说了，我不可能让你学的到处乱杀。霞姐，我是不会乱杀人的，我帮老高头做了一些事情，他们答应帮我们安排工作，到时候就我一个人在山上。如果说真的有哪天有人搞我就进山，到时候你要是想找我的话，也就可以去那地方找我。你就不怕我带着警察抓你去？那样的话，只能说我命不好，得不到真的姐姐吧。小北是个好孩子，如果光靠我们的话，抓他们太难了。死山里面让狼虫虎豹吃了，那我们也管不着。但你也要注意，不能随随便便的就起杀心，有啥事必须要先找我商量。好，找个山寨躲着，其实也挺好的。我听小道消息，咱们跟老大哥的关系越来越差了，搞不好是要崩。一旦对方跟咱们要债，咱们还钱可就要过苦日子了。你躲山里，我要是馋了，就去找你吃好吃的，这也不错。那就说定了。你有把握吗？没有，1对1我无所谓，1对多肯定不行。但我也不出手啊，姐，狼虫虎豹把他们吃了，关我啥事？对，这样最好。反正山里面你就是山大王，你不祸害老百姓，咋都行。那些凶恶暴徒，我们想抓也费劲，让老天爷收拾他们，我们也得看到，不然有啥办法？儿子回来了，怎么样？事情办得顺利吗？庞北出马，一个顶俩。臭小子，吃饭了吗？在农场吃了，而且人家厂长给了我新家伙。这就是那个大巴力吧？娘，你还认识这枪呢？庞北哥，你有新枪了，你背着的那个小枪能给我不？你说这个？我也会用，但家里没那么多枪给女人用。婆婆说这山上也挺危险的，我担心你不在家的时候遇到危险，我没东西保护家里面。给你了。真的给我了？你说的有道理啊，为啥不能给你？真的是一把好枪呢。你省着点用子弹，这个子弹补充很难的，不过这枪短，很适合你用。
吕秀兰面带微笑看着两个人，不得不说，他们两个还真的般配。而且这不就是儿子常挂在嘴上的那个有共同话题吗？正好，我一会儿打算调整一下新枪，你要不要一起来试试？你们俩出去玩吧，带着小倩一起也行。好，就这吧，没有人，是枪最好，不会伤到人。你来一枪，我看看。奥雷很听话，但抬起枪的瞬间，脸上的神情就变了。看样子确实会用枪，但是持枪姿势就有点野路子了。这样会伤到自己的。枪身后坐力要用肩膀抵消。3点一线瞄得不错，但手依旧是不太稳。庞北帮奥磊调整姿态，教他正规的用枪姿势，当然免不得会有一些肢体接触。奥磊的脸红的好像是个苹果，不过他好像并没有抗拒。注意风速，呼吸放缓，逐步屏住呼吸，手要稳，开枪。不错，有用枪的天赋吗？打中了。庞北笑着点点头，不过他趁机也打算装逼。接着庞北拿起自己的大巴力，对着奥雷打低弹孔，就是一枪，直接穿过刚才的弹孔。庞北得意的回过头看向奥雷，想要装个逼，哪知道奥雷脸红的更厉害了。你咋了？咋脸红的那么厉害？你的暗示我听懂了。暗示？啥暗示？庞北脑袋一阵空白，他回过头看看弹孔，接着庞北好像一下子明白了。卧槽，貌似有点露骨啊，这不是耍流氓吗？可问题是，他真没有这么想啊，他就是在单纯装个逼而已。不是你想的，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没关系的，反正我早晚是你的人，只要你有需要，我随时都行。但这里还有孩子呢，早知道我就不说带着。那个啥，我就是想给你看看，我枪法不错。我特喵的说的都是什么虎狼之词。庞北看向妲己，这个大兴安岭第1届溜子，知道他是在嘲笑自己。庞北恨得牙根痒痒，但就是拿他没办法。庞北只能不看他，这样就不生气。然而妲己笑了一会儿，接着他的小鼻子在空气中闻来闻去。这是干啥？嘘！卧槽，你不是在搞笑吧？他确实有这本事，他会找草药，还会抓兔子，带着他出去，总不会空着手回来的。嘿嘿，胡三太奶就是牛逼，以后打猎都带着你。看来他确实是认可你了，他对人向来是非常警惕的。实际上，我想你说的胡三太奶应该是灵犀的妈妈，她叫做赤云。赤云前些年已经过世了，灵犀的本领要比赤云还要强大。不过圣狐一家的血脉强大，每一代都能活很久。圣狐选夫也很难，族中都有许多选拔仪式，所以代代传承下来都相当的强大。这不就是人工干预的基因选拔吗？啥意思？就相当于人工培育，你们会选择他们幼崽之中最聪明的那个留下来，然后不断的继续培育，世世代代下来，当然要比普通的野生种聪明得多。而且长期与人类混居，狐狸学会了不少的本事，再这么培育下去，我感觉它可能会变得更强。你要是这么说，差不多也是这个意思。而且世代的赤狐都要选择体味较小、聪明伶俐的，最关键的是通人性，不会攻击人类。话说，这2个狼王的后代要是培育好了，打猎就方便多了。我们部族世代都有驯化狼作为猎犬的习俗，这一点我可以帮你的。他们的血脉优秀，打猎如果遇到猛兽，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助力。庞北哥，你看什么呢？为什么要看山里的方向？如果有一天我们要进山里面生活，就咱俩，你受得了吗？当然能，我本来也是在山里生活，没啥问题的。等山路能走了，咱们进山去找个地方。外面不好吗？他们吃粥，咱吃肉，你说好吗？懂了，咱们不能让人家嫉妒，那样容易被人盯上，对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所以娘和小倩，我打算送到城里，至少他们会安全，能有口饭吃。咱们就躲进深山，想办法自食其力。没问题，庞北哥是优秀的猎手，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成功的。国家今年大力开发北大荒，咱们俩就算是响应国家号召，走到最前方。咱们咋样？跟小磊聊了？已经聊过了，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聊得来，而且脾气也合得来。娘，我想好了，等岁数到了，俺俩就结婚，办得热闹点，你说咋样？好啊，那当然好了。娘，我要是跟肖厂长说我打算进山开垦打前哨，你说他能答应吗？啥？你要进山开荒打前哨？那多危险，你知道吗？今年光我们听到的知青死在开荒之中就多少了？你知道那边啥情况啊？你不是胡来吗？我当然知道了，他们不是本地人，而且没有我这本事啊。我要是当冲锋队，一来呢，我打猎那就更合法了；二来呢，少很多麻烦事儿，你知道不？开荒的地方距离这边很远，基本上天老大，我老二，谁管我呢？再说，就我这性子，真的跟人起冲突，我自己都怕。哎，反正你也要成家了，娘也管不了你，但你要答应娘，一定要给我安安全全的。你要记住，你既然答应了要娶小磊，
那就要负起责任。肯定的啊，娘你放心吧，我打算跟队长商量一下，一点点的往前探索，让厂长给我一些山羊，我进山一面放羊，一面给农场拓荒，无非就是选个适合的开垦点，然后帮助他们清理周边的野兽，先从畜牧开始，逐步一点点的试着开垦。种地呢，我是不行，但打猎嘛，嘿嘿，我在行，一路给大家伙清路呗。呆，家住深山靠倒呀，只管杀人不管买。若要打从此山过，那个啥来着？唰啦啦，人头掉下来。小北，这咋整啊？遇到劫道的了。娘，不用怕，这俩小钻风级别的妖孽没啥危险性，老虎我都不惧，怕他们俩丢我面子。可是你也没带枪啊。西北玄天一片云，乌鸦落入了凤凰群，满山皆是英雄汉，哪是君来那是臣。完了，捅好！大哥别怕，我探到，你报个慢。靠家不穷，四海皆弟兄。啥完了？他丫的报的是个啥？哦，我知道了，大哥，他说他姓爹。你看啊，靠家不穷，那说明家里有富在，四海皆弟兄，父亲多呗，四海皆弟兄嘛。哦，爹啊！哎，爹在这儿呢。你小子干啥玩意儿？你占我便宜？你哪个柳子的？二位大哥，我大哥踏三江，赏我说话。他说跟谁？他三江，人家点子硬啊，大哥，咱们斗不过他，三爷咱们能惹吗？你说是就是啊，你自己报个慢，我听听你是谁。哼，你爹我大名范无咎，叫八爷就行。八爷范无咎。二姨子，他说啥玩意儿？大哥，范无咎，我爹是咋治活的？那是黑无常啊。啥玩意儿？好汉饶命，俺俩就是因为要过年了，家里穷的分逼没有，想跟书上说的那样，咋摇弄点东西回去。你们知道踏三江？我。大哥，你听我说，我俩家住老林店，家中无钱又无粮，是那李牧将我来找，说给10块当流氓。我俩本是庄稼汉，没有本事没爹娘，还请英雄饶条命。俺俩磕头又烧香啊，又烧香。庞北都懵了，这是俩啥活宝啊？吕秀兰也被逗笑了。小北啊，你别逗他俩了，让他俩走吧。娘，他们俩可不能走，这是送上门的买卖。好汉爷爷饶命啊，我们俩没干啥坏事啊，干坏事的是李牧和张大凡，不是我们俩。娘，你赶紧回村，让林警官过来，过来之前一定要通知王主任。哦，我知道了。吕秀兰猜到了，庞北这是抓到坏人了。很快，吕秀兰用这辈子最快的速度跑回生产队。没一会儿，林红霞带着枪就出来了。林红霞走过来，她看到俩人跪在地上，庞北则翘着二郎腿，让这俩人给他唱歌。小北，怎么回事？你让我通知王主任干啥？这俩又是咋回事啊？红姐，给你立功啊！这要是你直接报上去，这功劳你能拿到多少？你小子，姐用不上。再说了，你啥时候跟王主任关系这么好了？相互利用罢了。他上去，有人顶雷不好吗？林红霞思索了一下，接着疑惑地看着庞北，这是一个17岁孩子能想出来的东西。红霞姐，先把人带回去吧，等王主任来，你就跟他对接，这件事我就不插手了，我插手不好。行，我知道了，那赶紧回去吧，我看你娘挺担心你的。你们起来，走。对了，刚才你叫他们唱的是啥？还怪好听呢。哦，那个叫征服，我也听谁哼哼来着，忘了是谁了。我就觉得这句歌词儿挺应景，就让这俩活宝跪在地上唱征服。你呀，还真是孩子气，这玩心思咋这么重？这再怎么说也是俩劫匪，你还拿他们俩玩，你胆子也太大了。没事儿，他们对我没威胁。终于，庞北陪着林红霞到了生产队，吕海和吕二顺带着人早早的就等在村口，一看到这俩人，立即冲过来围着一顿揍。行了，打几下出气得了，你们可不许灌黄米饭沾凉水，或者是冻白酒，那会出事儿的。结巴和娘娘腔都快哭了，原本还以为这女警是好人，这特喵的是什么鬼地方？有好人吗？这是劝阻啊，这是出主意呢好吗？小北啊，最近有人托我办点事，好像是说庞东要申请供销社会计的岗位，话呢传我这边了，但这个位置咋了？你别想让我摔面子给他安排工作，想都别想，我不认识他。供销社的账对不上，这个会计位置就是个替罪羊。那就给他安排上啊，庞东这种货色最适合了。嘿嘿，你小子。对了，还有最后一件事，说完我就走。公社打算过年内部开个席，但是没肉，你看看，要是能搞来点，咱哥俩在社长那边都能有个好印象，到时候我也能好好夸老弟你一下。嘿嘿，成，
王主任3天后上山，包你忍。答应了王主任，庞北第2天一早就带着妲己进了山。他的目标是老林地，毕竟人熊已经被自己炸嘎了，老虎也嘎了。这段时间又是大雪封山，眼下老林地附近应该是没有猛兽存在，那猎物自然也是不少的。卧槽！妲己一路小跑，狍子看到了他，但这些家伙根本就没跑。当妲己靠近了，这些家伙也只是看着他。庞北随后赶到的时候，狍子也没说跑，而是退到不远处，就那么瞅着庞北。哎，打猎的日子不知道能持续多久了。哦，忘了你了，还得回去交差呢。不得不说啊，这睡眠质量真好。庞北嘿嘿一笑，看着地上的狍子，接着他抬起头看向远处，那几个还没走。一头不够吃哈，那就再来一头。说着，庞北端起步枪，通过瞄准镜，庞北清晰地看到狍子，砰一声枪响，狍子应声倒地，其他的狍子嗖的一下跑没了影。然而庞北愣住了，因为他没扣扳机，这水打的，